少年出生武林世家天剑门，怎奈却喜闻厌武，一心只想做皇家学者。少年叫陈星云，上有5个姐姐，天剑门唯一继承人。父亲陈香川是天剑门主事人，希望星云练习武术，来继承传承了数代的剑门血脉。父亲对给孩子这么大的包袱很是自责，若自己有2个儿子，一定不会强迫他习武。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声，远远看见星云和一群孩子被一群蜜蜂追赶，正准备施救，父亲突然拉住自己兄弟。只见陈星云临危不乱，聚气会神，刷刷刷挥动短剑，顷刻将黄蜂切成2截。兄弟俩顿时正在当场，孩子竟能如此气定凝神，将速度快、体型小的黄蜂瞬间切成2段。如此天赋异禀的功底，父亲难掩心中震撼和喜悦。一日，陈星云在后山游玩，只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一袭青衫，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书。陈星云很想知道老者看的什么书，能看这么长时间，如是好奇地问道：“长老，您看什么书这么入迷？”老者面露微笑，好像一直在等待他一样。老者将书递了过来，书本制作精良，书写优美，书皮上4个大字：亢龙有悔。难道身居高位的人也要后悔？星云喃喃道：“书本竟是用范文书写，熟读诗书的他勉强能看懂一些，如果能借走阅读就好了。”老者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这本书你这么喜欢，就拿回去阅读吧。随手递过来几张稿纸，这是我的翻译与理解。老者接着道：“以后你愿意和我一起研读这本书吗？”陈星云大喜，连忙拜谢答应。与老者一番深入探讨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此时老者手中竟又多出一本一模一样的书，消失在山谷中。深夜，陈星云回到家，本想与父亲分享下今天的奇遇，不料没等他开口，父亲一顿臭骂：“你是天剑门的唯一继承人，明天起必须在家练习基本剑法，不得出门。”在他看来，与人好勇斗狠，遇见比自己厉害的角色，被人给终结了，学来的武功有啥用？还不如读书学习来的轻松。怎奈父亲将天剑门希望寄托于他，以至于不得不每日习武。这日，叔父教他与师兄弟们一同练武，练得大汗淋漓，喘着粗气。不一会，扎马步竟打起盹来。梦里孜孜不倦的他显得极为满足。只是正值美梦时，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肩膀上，睁开眼惊恐地发现父亲已站在面前。“你小子扎马步都能睡着，若再这般懈怠，晚上你也来这里练习扎马步？”叔父对扎马步在睡觉感觉不可思议，连忙叫住气冲冲正要离开的陈香川：“大哥，你说星云在睡觉？第一次听说扎马步能睡觉。”陈香川低头沉吟了片刻，缓缓道：“确实在睡觉，口水都流出来了，而且被拍醒后立马就调整好姿势。马步和睡觉确实有些难以置信。”陈香川正疑惑时，二弟大笑起来：“星云才12岁，睡觉也比其他小子扎得稳，大哥应该高兴才对。”陈香川略感惆怅，这小子不知道是有天赋还是太儿戏，太不靠谱。晚上，星云正在读书，丫鬟给他带来一封少主亲启的书信，发现是山上赠书老者的来信，希望他慢慢品读，另外还送来了部分老者的注解，这令陈星云极为开怀，同时也是感慨这本书作者的伟大。随后他沉沉睡去，而梦里他感觉头顶白光缓缓袭来，是一条白蛇，不，瞬间蓝光切换，是条蓝龙，一条两眼金光，全身粼粼的蓝龙盘旋在头顶。蓝龙一声咆哮，幻影般在屋顶穿梭，随即调整龙姿冲向陈星云。在咆哮声中，蓝龙钻入星云大脑，房间瞬间沉寂下来。陈星云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睡觉。翌日清晨，姐夫来监督他练功。姐夫是个十足武痴，对于星云的扎马不能睡觉的技能很是怀疑，感觉这个不是真的。就算是这个小舅子，感觉也是个大聪明。骂骂咧咧的冲小舅子吼着：“12岁还在扎马步，其他孩子6岁都学完了，比你稍大些的孩子有些都入一流剑客行列了。你可是陈香川的独子，你这般懒散，真是让姐夫心痛。”陈星云此时完全没有听到姐夫的责骂，他感觉身体越来越轻，完全没有之前那么痛苦的感觉，全身充满了元气，心思已跳跃出身体。远处强光射来，越来越强。走近后定睛一看，一个布满亮光和藤蔓的洞穴，藤蔓上布满发光的花朵，将山洞照得极其明亮。山洞中岔路很多，无论如何选择都会回到原点。忽然感觉脑袋瓜嗡嗡的痛，回头才发现是怒气冲冲的父亲。姐夫立马拜见家主。父亲斥责女婿为什么不看紧星云，姐夫辩解道：“我看他吐纳自如，闭气凝神，看起来有模有样，没想到是在睡觉。”陈香川训斥道：“就是看他偷懒才单独拧出来让你训练。”陈香川转念一想，觉得这样逼迫儿子也不是好办法，孩子老是想着两面糊弄，偷懒欺瞒就不是习武正道，再好的底子别因急功近利把孩子带偏了。如是责令星云在房间闭门思过，3天不得走出房门半步。这话在星云耳中宛如大赦，望着父亲愤愤离去的背影，他的脑瓜里想的是父亲罚5天就好了，3天的时间不够消化《亢龙有悔》这本书。姐夫望着这个家族的大聪明，顿感无奈。被关禁闭的夜晚，陈星云终于注释了一稿《亢龙有悔》，上下文与老者的注释都基本可以对接，这些隐藏的含义太神奇了，真是太累了，感觉比习武还累。不出所料，他再次进入了梦境。那个洞天福地的洞穴，在他面前依然是岔路与选择，如何破解这些死胡同，他一筹莫展，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这时，深处传来了低语：“合格，金龙，听错了吗？幻觉吗？”他顺着声音的方向寻了过去，可是这条路明明去过，没有人住在那里。正疑惑时，脚底突然抽空，猛然间失去了所有的重量和支撑，整个人一溜烟就掉了下去，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同样的梦境已是第3天了，梦境有种魔力吸引陈星云深入洞穴探索。这次梦境他冲破了原地徘徊的死胡同，被吸入了一个巨大的湖中，湖水瞬间淹没了他，强迫的窒息感袭来，猛地把星云拉回现实。这个奇特的梦境就像理解亢龙有悔的词句一样，因为看见的路迷失，那真正的路是不是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星云如醍醐灌顶，他要再次入梦，去破解这个梦境的束缚。梦境中已没有先前的3个洞口，面前是个紧紧封闭的石门，这个位置就是之前反复徘徊的原点，现在才是真实的起点。陈星云缓步走向石门，石门原来并不存在，穿过石门瞬间，封闭的石头迅速化开，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仙境。一个激动尖叫声中，又把自己整回现实。如果亢龙有悔的词句是抽象的，那梦境洞窟就是对应的视觉感受。他连忙跑到书房，感觉原本难懂的学术瞬间变得浅显易懂，这些都是解读亢龙有悔的功劳，感觉智慧之神附体。而他还不知道自己本事大能转世，如今又成为真龙宿主，以为自己是聪明过人。陈星云畅想着以后定能成为人人敬仰的大学士，这样父亲就不会逼他习武了。就在得意之时，小丫鬟来通知他，今天又要开始修炼了。时间过得真快，如果多给几天禁闭，说不定能多打通几处洞穴迷宫。今天是二姐夫做督导，这位姐夫可是天剑门首席剑客，年轻骁勇，剑法无双，江湖中已罕见对手。他打趣问道：“小舅子，是不是还在练习扎马步？要加油呀，不然隔壁小狗都会取笑你。”对于小舅子能不能发扬天剑门，他也并不抱有希望，只是碍于家主的吩咐，不得不照办。他安排星云在一旁练习扎马步，可看见小星云的吃力与煎熬，姐夫充满了嫌弃和无助，感觉不能在小舅子身上浪费太多时间，自己去一旁练习引以为傲的剑法。陈星云看着姐夫御剑，都说姐夫剑法急速凌厉，怎么在他眼中显得特别笨拙？一字一画就像书中剑谱一样清晰。少年意外获得真龙传承，却毫不知情，以为自己冰雪聪明，定会成为博古通今的学界泰斗，却发现自己不但能治周万物，更能洞悉他人武学精髓。望着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改变，又有种做梦的感觉，自己身体经脉通畅，随便打出的冲拳竟还有破空之声，轻轻的一跳，身体腾空而起。这些改变让陈星云倍感惊讶，转念一想，自己不是最讨厌习武吗？这样不是离大学者的梦想越来越远？突然大喝一声，二姐夫闻声问道：“怎么了，小舅子？”星云忙道：“腿抽筋了，太累了，能不能休息会儿？”二姐夫闻言：“你真是身娇肉贵，这还没一个时辰就喊累。”对于这个小舅子的表现，他实在不敢恭维，也是无能为力。算了，今天就练到这里吧。说罢，失望的离开了。星云望着姐夫的背影，幸好姐夫没能发现，一屁股坐在树下，心中担心的是，这要是父亲在场怎么隐瞒？他的身体变化一定瞒不过父亲。画面一转，天剑门后花园，无人倾诉的星云找到最信任的大姐，二人在庭中沏着茶。大姐缓缓的一小口香茗，悠悠的注视着陈星云，缓缓的道：“我们家少爷这是遇见什么难事了吗？”陈星云试探的问道。大姐的九州镇魂剑现在是什么等级了？现在是第8阶段，前面7段都还挺容易，第8段修炼非常困难，需要修炼多久能看清对方的剑法路数？如果基础好，足够努力的话，2年应该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小少爷为什么这么好奇？该不会一夜之间就学会了九州镇魂剑，现在能看清对手招式了？大姐现在都只知道规律，还不能做到哟。大姐本是打趣的调侃，看见星云低头不语，父亲一直说星云有种潜在的天赋，难道真的是这样？这对天剑门可是个好消息，快去告诉父亲。听到要去找父亲，陈星云无奈的恳请大姐先不要说出去，自己对习武真的没有兴趣。这是这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他无所适从。大姐知道星云的性格，转念道：“走，我们去密室，看看我们少爷无师自通的武学修为。”只见大姐拔出宝剑，迅速形成剑气笼罩，一袭红衫，随剑锋起舞，剑法飘逸灵动，变幻莫测，一招剑指苍穹，破风而来。大姐强大的剑气和凌厉的剑法，平时柔弱的外表下，隐藏了这么深的剑招，比二姐夫更胜一筹。陈星云看得目瞪口呆。大姐声音传来：“怎么样，能看清我的剑法吗？”这是天剑门长女，少年最为信任的姐姐。自从陈星云开始解读亢龙有悔以后，身上不断出现反常现象，不仅学识上治周万物，武学修为感觉也提高不少。如今他找上大姐，想验证下这些变化是否灵验。大姐展示完她飘逸灵动的剑法，激动地问道：“怎样？我的剑招有何破绽？”陈星云缓缓道：“第3招，第5招，然后就是第7招。”大姐惊愕道：“前面2招确实是我故意露出，但是第7招的瑕疵也能被看穿，弟弟是怎么做到的？”陈星云一脸茫然，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失望地走出了密室，望着弟弟的背影。虽然这个弟弟一直喜闻厌武，此时他却倍感欣慰。父亲果然没有看错自己的孩子，大喊道：“你是第一剑陈香川的儿子，天剑门的小门主，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事实。虎父无犬子，你将来一定会成长为猛虎的。”陈星云此刻在想着，看来要停止亢龙有悔的解读了，探索梦境洞穴也要停一停。
要找到长老问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1个月后，母亲叫上父亲与星云，问道：“你俩知道下个月什么日子吗？”陈香川先是一愣，原来是老丈人的70大寿。星云听到这个信息，格外的高兴。去外婆家的时间要几个月，终于不用天天练扎马步了。父亲看着儿子这死样子，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很快，一家人就坐上了去往外公家的客船，船顺江直下。一晃3天过去了，陈星云坐在甲板上，享受着惬意的阳光。甲板的另一头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一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粉衣少女正憋着气，一脸铁青，一口没忍住吐了出来，看着极其痛苦的少女。陈星云此刻爱心泛滥，走了上去拍拍少女的背，这可吓坏了小姑娘，一脸惊恐地望着这个怪怪少年。陈星云好心提醒她要调整呼吸，呼吸均匀就没问题了。这2天她也是这样过来的。小姑娘并没领情，大愕道：“你是谁？你要干嘛？”还没说上2句，又侧过头呕吐起来。陈星云想还是帮帮她，说着左手单指射出，点上了后背几处穴位。少女吃痛惊叫了一声，一股浊气呼了出来，整个人瞬间舒畅了很多。少女放下戒备，问陈星云是懂得点穴还是学过针灸。星云并没回答，反问道：“你应该有习武吧？还是先调整气息？”3口深呼吸配合1次浅呼吸，少女这次很听话，照做起来，闭上眼睛运气周转，果然一会儿脸色就恢复了红润。少女感激地望着帮助自己摆脱眩晕症的少年，这是什么功夫？晕船呕吐竟然消失了。我叫徐孝林，今年12岁。我叫陈星云，和你一样大。谢谢你，举手之劳。按照我的呼吸法，不再会晕船了。少女见他说的如此轻巧，很是惊讶。对方帮助了自己，为表示感谢，他连忙道遇到难事可以来上面的舱室找他。我离开太久，爷爷会担心的。少女再三道谢离去，望着少女离去背影，星云喃喃道：“挺漂亮的女孩，长大后一定能成为姐姐们那样的美人。”呆呆地站在甲板上，突然一道苍老有劲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少侠，你刚刚使用的是什么功法？”抬头望去，一位白发冉冉、气度不凡的老者正望着自己。就是你治疗我孙女徐孝林晕船的那个手法。说罢，老者轻轻一跃，身体瞬间拔高数丈，然后飘然而下，眨眼之间已落在陈星云身旁。星云惊叹，同时也感觉这位老者内力浑厚，修为应该在父亲之上。老者面相和蔼，星云放下戒备，惴惴不安的道：“我也是昨天在房间里自己捣鼓出来的，不是什么高深功法，顺其自然的状态下就做到了。”老者诧异道：“这是昨天才领悟的？”老者有点不相信，自己这么多年的内功修为都没给孙女解决晕船的困扰，这个少年与孙女一般大，竟然一天可以琢磨出来。老者望着星云真诚的眼神，觉得不像在说谎，突然提出能否给星云搭个脉象。星云愣了一下，感觉这是个很怪的要求，但是却没有拒绝，一脸疑惑的把手递给了对方。老者道：“放心，不会伤害到你。”缓缓将食指与中指放在了他的手腕处，一缕内力送入其经脉。少年体内有着一股极强的力量，但是在体内还是蓄积之势，很弱小，很微妙，没有感觉到任何浑浊的力量。如果这个少年体内蓄积的是邪恶魔力，老者可能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300年前江湖上也曾出现过一个天赋少年，但是他出生在魔教，30岁时他成了魔教教主，血洗了江湖上数百个教派，9大门派岌岌可危。后来各门派合力布下封印阵法，将魔教教主引入阵局，9大门派高手与数百名武学大师合力围剿下，在牺牲了众多高手后，才将魔教教主刺杀。好在这个少年内力清澈正直，很有可能造福武林。既然你这么信任我，又救了我的小孙女，我想送你一个小礼物。说罢，掏出一颗蓝色的丹药，还散发着一股让人精神抖擞的清香。这是玄武丹。星云疑惑地接过丹药，这个不会提高内力和武功吧？我不想提高这些，哈哈哈，不会的，只是一些强身健体的功效。说罢，老者转身离去。画面一转，徐孝林看着才回到舱室的爷爷，问他这半晌去哪里了。爷爷微笑着：“抓龙去了。龙不是在深海中吗？这么浑浊的江水，能有龙？是条小龙，就在甲板上。”爷爷神秘地答道。少年出生剑门，却喜闻厌武，偶获亢龙神诀，吸收千息造化，却还不知，就在刚刚，他将一场血战变成了闹剧。这日，陈星云与家人顺江之下，给远在广东的外公祝寿，船上巧救晕船少女徐孝林。少女爷爷发现星云体内隐藏的强大真龙之气，随即赠送玄武石1颗，助其强身健体。船舱内，徐孝林还在抱怨自己太早离开，没有看见爷爷口中小龙。爷爷笑道：“还是条不会喷火的小龙，有缘定会再见。”陈星云正在调整气息，用来调理自己的晕船症，不知是否是玄武石的原因，他发现体内气息越来越强，这种强大感觉会破坏自己的大学士梦想。终于来到了广东，母亲的家乡。母亲感慨着7年来家乡的变化真大。突然，一对不速之客迎面来，这不是天剑门陈香川门主久仰、彭刀门彭万里大侠？什么风把彭大侠吹到广东来了？拳王70大寿怎能不来？早知陈门主今日到达，我定会让我的儿子前来护送。彭刀门的传人可都是好手，听说陈家少爷是皇家大学士。陈香川一听，怒从心起，天剑门家事与外人何干？身形如风般弹射而起，砰的一声，一股狂暴真气爆出，除彭万里外，其余门人都已倒地。彭万里内力凝聚，手握刀柄，早就想领教陈门主的剑法，
彭家大少爷想劝父亲勿要冲动，彭万里一声暴躁粗鲁岂会听儿子劝告？局面已经形成，两人蓄势待发，谁都不会示弱。就在千钧一发即将火并时，陈星云拉住父亲衣角，喊着闹着肚子饿了，要去外公家吃大餐。一场风雨欲来的大战瞬间瓦解。这一幕看呆了众人，彭陈两家战斗变闹剧，只能尴尬分开。然而彭家少爷心头为何敢涌来？这样完美的时机拿捏，这小子是真的只是书呆子，还是心智过人？如果江湖传言不是真的话，那这小子日后可能会是彭家立威武林的障碍。陈星云一家终于来到外公家，拳王府邸的庄严气派宛如宫殿。晚上，陈星云在外公后花园闲逛，想着来套基本拳法给自己消消食，可是随意的挥动竟然会调用体力真气，习武真是麻烦，还是一边散步一边冥想，滋养下大脑实在。突然眼前一怔，外公后花园竟然有阵法布局，密密麻麻的石块，按照某种对称轴的方向可以激活阵法。你在自言自语些什么？在说我花花吗？身后声音传来，原来是外公。外公慈眉善目，有一种笑而不语的威严。星云说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一种独特的神秘感。这里每块石头都镶嵌着五行道法，结合全家剑法的步法罗列，踩上石头不仅功力增加1倍，还会引导连续攻击，直至摧毁敌人。外公对这个小外孙的解释感到不可置信，自己参悟了大半辈子，才勉强掌握阵法奥秘。接着问道：这个阵法有什么弱点吗？我怎么会知道？我还是个小孩。外公哈哈大笑，对自己的外孙看一眼就解开了阵法奥秘，心中充满了惊叹和喜悦。外孙如此天赋，如果修炼武学，前途无可限量。转瞬便来到了外公大寿之日，全王府权贵聚集，各路英雄好汉前来贺寿，热闹无比。宴会上，身穿红蓝襦裙、妩媚性感的舞女正在表演舞蹈，她们舞动起来仙气飘逸，惹来一阵阵喝彩。陈星云一边静心观舞，一边胡吃海喝。姐姐在一旁看不下去了，提醒她要做出主人公的样子。她对这样的建议充耳不闻。舞蹈结束后，外公也是一阵寒暄，极为满意这样的安排。随后，少林元武方丈、武当求贤真人、崆峒朱聪掌门一众武林豪杰前来贺寿，甚是热闹。外公诚恳地感谢着大家的捧场。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为不和谐的声音，原来是彭刀门门主彭万里。一群娘们在台上搔首弄姿，哪里有武林泰斗的样子？拳王寿宴，如此多江湖义士，来场擂台比武岂不快哉？此话一出，热闹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母亲对这恶意诋毁的彭家主甚是厌恶，父亲对这个一身蛮力的傻大个已动杀念，若不是今日寿宴，必定是一出生死大战。外公此时却是不急不躁，缓缓地说道：老夫今日大寿，来的都是武林豪杰，安排此等节目确实考虑欠妥。彭万里一听也是正在当场，虽然想来砸场子，用以压制天剑门的江湖威望，但是也不得不佩服拳王气概。外公又接着道：听说彭家小儿子刀法已名震武林，我女婿的小儿最近也习得些功法，要不2名后生晚辈来比武助助兴？彭门主，你意如何？陈星云一个踉跄，食物都吐了出来。父母亲听到后，如同晴天霹雳般炸了毛，感觉匪夷所思。就星云这3脚猫功夫，马步都还没扎稳，着急忙慌的便要阻止比武，可是还如何能阻止？台下彭万里接话道：如此甚好，这才是武林泰斗寿宴该有的节目。少年全家都是剑术名家，而自己只练过几天扎马步，如今却要迎战名震江湖的彭家刀。数百年来，河北省内天剑门一直稳稳地压制彭家门。这些年彭家刀后起之秀崛起，大儿彭天高，小子彭天霸都已在江湖中小有名气。江湖传言天剑门陈香川唯一的儿子是个书呆子，这让彭万里燃起了复兴彭刀门希望。今天来拳王寿宴砸场子，就是复兴计划之一。只是没想到如此轻松，拳王竟然让小外孙对自己的小儿子正式天助彭家刀崛起。彭天霸提刀走向擂台，传闻此子一手五虎刀法炉火纯青，台下一片吵闹。是拳王有什么秘密安排，还是年纪大了判断力下降了？派个书呆子出战，只怕赢面不大。陈星云提着剑，心里嘀咕着，这次热闹摊大，胖揍一顿都还好，万一被终结了那可咋办？这些武林人士真是不知道咋想，一定要用武力沟通吗？用圣贤的方式辩解不更好吗？而父亲眼看没有转机了，也只能选择静观其变。彭万里稳坐钓鱼台，大口饮着酒，胜券在握的样子。双方一句承让，展开对峙。彭天霸提气御刀，双臂青筋暴起。陈星云突然窜到身前，天啊，这肌肉是怎么修炼出来的？摸上去竟然有弹力。天霸兄就是皮肤黑了些，看上去没有文化气质。星云一顿骚评价，把彭天霸整懵了。对头的调侃让他瞬间怒火中烧。你这是侮辱我吗？说罢，大刀横挥在陈星云面前。星云被吓得一个踉跄，慌忙拔出手中直剑，而大刀已斩于身前，举剑一架，当的一声倒退3步，手臂发麻。这一刀还没消化了，刷刷刷又是3刀。陈星云左闪右挪，对手瞧准势头，双手持刀向下斩去。陈星云正欲横剑抵挡，怎料刀锋一转，变为横挥，一股刀气划过，陈星云被气爆弹飞数米倒地，左胸下方被划开了一个口子，再深一些，恐怕已然是逃生无门。看台上父母吓出一身冷汗，彭家却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只有外公神情冷峻，稳如泰山。就在大家以为陈家要认输之时，星云竟然站了起来，
他提剑练气准备反击。在他眼中，江湖比武争高低的方法太过无聊。但是今天的擂台可是关乎家族名声，却又苦于没有招数应对，除了扎马步的功底，只能使出最为基础的3剑法：直刺、截切、劈斩3招应对。彭天霸猛地提气将刀刺出，蓄积的力量明显提高很多。就在刀尖即将刺到对方时，没想到陈星云一个闪身竟然躲开，直剑沿着刀背切去。彭天霸一个心惊，慌忙提刀一挡，紧接着陈星云第2剑劈砍而来，只能提刀御气缓解了对手攻击。面对着如此基础的3剑法，彭天霸自尊心更是觉得受辱。暴怒之下的他宛如洪荒野兽，五虎刀法的刚烈被完全释放。在狂暴猛烈的攻势下，星云虽节节败退，但是勉力支撑。彭天霸见久久未能拿下这个菜鸟，浑身气势开始攀升，今天定要让你吃苦头。换身刀法蓄势使出，只见彭天霸幻化身影，大刀像雨点般轰在星云身上。砰的一声，彭天霸一个身形未挪，陈星云应声倒地。天霸见状一个阴笑，不会下手太重，把他弄死了吧。正得意时，台下的惊诧声将他拉了回来。只见刚刚被打倒的对手一边拍拭身上的泥土，一边叹息贵重的衣衫被割破。简单的3剑术竟然能抵挡五虎刀的杀招，那还用学什么高深武学？而看台上母亲则甚是激动，怕再这样下去儿子可能会血溅当场，请求外公将擂台暂停。外公安慰道：放心，外孙只要能使用好这3招，就足以与彭天霸一战。内心却急迫期待外孙体内真龙之气快觉醒。而此时彭家门主已露出焦虑神色，彭天正隔空传音递笔，这个书呆子没有传言中那么不堪，要其稳重行事。彭天霸怒气外放，手中霸刀瞬间笼罩着一股烈焰之气，砰的一声，化为千斤之力将霸刀深深地插入石块中，身子弓形弹出，霸刀随着擦着地面的火光扑来。陈星云调整气息，勉力抵挡一刀，震得有些晕眩。彭天霸又倏然跃起，双手持刀向下劈来，嗡的一声，霸刀重重砍在地上。虽然星云躲开了这刀，但是气浪将他震到几丈开外。而彭天霸见3剑术能挡住自己的连续杀招，只能越攻越猛，不与对手喘息之机。面对3刀9式的霸刀功法，陈星云穷尽所学，就只有一招抵挡，苦苦支撑了的战局，怕是很快就没法承受了。就在无力感涌上来的一刻，一股狂暴的罡气迎面而来。彭天霸使出了五虎刀的最强杀招断门刀，虽然这一招他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狂暴的气浪卷袭着刀刃劈来。陈星云调集全身真气，横剑一挡，这招刀法蕴含着一往无前的气势。陈星云虽然挡住这刀，但是气波将他震得下盘不稳，跪了下来。小子，向彭家下跪致谢吧，彭家会饶了你。妄想，天剑门永远技高一筹，既然你这么执着，那就吃我最后一刀。只见彭天霸猛地挥刀斩向跪地的星云。千钧一发的时刻，擂台下方一个粉衣人影闪现，是船上那位偶遇少女徐若琳。只见她口中喃喃的道：玄武石静心聚力。陈星云顿时感觉时间恍如静止一般，一股温凉的感觉顿时弥漫全身经脉。此时对手的一招一式都是那么清晰，提起长剑便可直指对方身体任何一个部位。待到再次回过神来，自己的长剑已刺入彭天虎腹中半分。天剑门胜彭家刀，外公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父母脸上却是不置信和喜悦交杂。如此以弱胜强的对决，也是让台下英雄豪杰纷纷喝彩。只有彭家一行人失望至极，彭万里嘴中骂骂咧咧，这么好翻盘的机会给儿子错失了。颜面扫地的他只能带着梁子灰溜溜的离开。此时的陈星云一边腼腆的接受着赞美，一边想着日后怕是难免要卷入江湖纷争。但是此刻还有一名少女正焦急的等着他。难道刚刚没有发现自己？少女徐笑玲利用玄武石唤醒了陈星云的真龙之气，才帮其在生死关头反败为胜。她本以为陈星云看见了自己，然而擂台结束后，陈星云沉浸在英雄的赞美中，并未来寻找自己。一种自作多情的失落感涌上心头，他一会责怪爷爷为何要送出玄武石，一边又希望少年会回来找他。爷爷微笑与无赖交织，叹息女孩子大了，有自己向往的事情。他俩漫无目的的走在街道上，突然传来了呼喊声：运船的女孩，等一等！正是自己心心念的陈星云。心悦的感觉还没多久，想到刚刚唤自己是运船女孩，又气鼓鼓的想揣上两脚。是不记得我名字了吗？陈星云上气不接下气的答道：当然记得，你叫徐笑玲吗？我一直以为是幻觉中的你帮助了我，没想到果然是你来了。一个激动，没叫上名字。爷爷在一旁打趣道：你要是不来，我们怕是离开不了广东了。徐若琳对于爷爷的数落却不乐意了，怒斥着二人，连忙问陈星云：刚刚如何用3剑术抵挡霸刀？玄武石是什么感觉？陈星云道：自己也不太清楚，比武石体内真气乱撞，有时强有时弱，玄武石的温凉之气帮他稳定体内真气，让他能看清楚最后的招式。两人彼此愉快地交流了很久。爷爷在一旁感慨：同龄人就是比我这老头好，快乐的时刻总是短暂的。又到了分别的时候，爷爷说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办，他们定会再相见，还提醒星云多用玄武石练气。星云望着离开的爷俩，感慨着这次比武后回家，怕是再没有读书的日子。画面一转，河北彭刀门，彭天霸跪在当前，父亲彭万里怒斥道：你们的爷爷彭仲涛曾一度称霸河北，但是修炼五虎断门刀太过激进，以致走火入魔，如今生不如死，为父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盘面。彭天霸委屈道：父亲，我错了，
火冒三丈的彭万里双手提起彭天霸，如今你让彭刀成了江湖笑柄。为父有何颜面立足江湖？怒不可遏地将一耳光拍了过去。本以为你能为家族增光，哪知道你竟败给那小儿的3件术。从今天起，你一个人闭关训练，一直练到我满意为止。父亲对权力与虚荣心的渴望，让大儿子彭天正疑惑，感慨他们只是百年夙愿的牺牲品，对于权势的过分追求可能会让彭刀门丧失未来。而彭天霸则是父亲理想的追随者，他发誓一定要击败那个书呆子。夜晚，彭万里独自研习刀法。彭家刀单面开刃，刃宽且重，江湖中能使用好这种兵器的侠客少之又少。如果能修炼到9阶破例，相信彭家刀威力将无敌于天下。彭家刀法果然名副其实。几个黑影闪身出现在彭家门口，彭家可不是几条小狗就能来的地方。彭老掌门身体可好？一位面目阴险，好似波斯人的黑衣人不答反问道。彭万里一惊，武林中都知道父亲走火入魔，早已成为废人，你是来嘲笑我吗？彭万里一声怒吼，那波斯黑衣人也未多话，全身真气快速向双掌聚集，紫色真气像炮弹般朝彭万里轰去。彭万里一个横刀抵挡，烈焰罡气随大刀劈向波斯人，那波斯人甚是平静，一个轻身后移，竟不差分毫躲开，还未来得及反应，彭万里又立马提刀聚气，幻化刀法带着一股股狂暴之气朝那人掠去。波斯人辗转腾挪，轻松应对，顺势左手一挥，将斗篷抽出。彭万里一惊，眼前黑影一抹，被波斯人用斗篷死死缠住，那人竟顺势将他提起，一个半月甩出，将裹住的彭万里重重砸在地上，他一口鲜血喷出，被硬生生的轰入地面半米。彭万里一脸茫然，睁大眼睛，失去斗志。彭刀门掌门竟被人如此轻松拿捏，他踉踉跄跄坐了起来，口中喃喃道：“5招不到，第8阶破例还没冲破，如果掌握了9阶，不会受此侮辱。”霎时，波斯人手掌袭来，乌黑冰凉的指甲透露出强大的杀气。我的人可以立马让彭家门消失于江湖，但是今天我们是来谈合作的，先带我们去见彭仲道老掌门。少年战力惊人，却不想行走于江湖，面对家族千亿产业，更是无心接管。如今凯旋回到天剑门，师兄弟们对少主的3件术打败彭家刀充满了钦佩，畅想着少主以后带领他们立威武林。而陈星云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偶像包袱，压力倍感重大，想着自己徒增的武学修为，怕是以后再装傻充愣，恐是瞒不过去了。突然脑袋嗡嗡的，又是这个声音，又是这个洞穴，体内真气在这里明显聚集起来，强大的真气游走在经脉当中，感觉到真气在体内游走壮大，洗炼着他的身躯，伴随着气息不停拔高，一缕缕金色真气正在体外聚合，精气中突然腾出一条金色巨龙，金龙用低亢有力的声音重复着喊出：“金龙资格。”这个声音就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声音。望着这条霸气的金龙，到底是什么意思？正在冥想的时刻，脑袋传来了一阵麻木感，原来是姐姐给了一巴掌将他抽醒。早就听说你站着也能睡觉，你是要创立新的武功吗？多睡觉才能长高。3姐你脾气如此暴躁，是不是应该早点结婚？我不打算结婚。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打闹起来，远处大姐声音传来：“你2人怎能如此胡闹？日常教导的礼仪都忘了吗？”三妹，你不能如此对待未来少主，要多帮助他成长，做好姐姐的样子，这样下手们才会敬重我们的少主。3姐平时大咧惯了，见大姐过来，只能一溜烟跑了。大姐则称陈星云要有少主的威严，不要总是一个不成熟小弟的姿态。见他那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身道：“今天不是来责怪你的，是给你送福利来了。”说罢，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盒子，一颗散发着沁人清香的丹药。这是药神白云明研制的炼气药丸，给了你姐夫1颗，大姐心疼你，给你留了1颗。大姐，我不要炼气习武，你自己吃了吧。大姐已经有身孕了，不能盲目服食。说罢，一手捏开星云嘴巴，将丹药硬生生的塞了进去。丹药顺势滑入，正要抗议时，腹中疼痛感传来，大姐要他赶紧盘坐调理。药丸药力迅速在体内化开，多股真气在体内燃烧，血液流速陡然加快，全身通红，一种血管爆裂感袭来，全身经脉喷涌，数道真气仿佛洪水决堤一般在体内乱闯。就在大姐惊慌失措之时，星云体内一股不寒之气瞬间将她包裹，炽热肿胀之感即刻消退，一声狂吼，体内真龙之气将丹药药劲消化完毕，经络归于平静。陈星云瘫坐在地，姐姐也是惊喜交集，看来丹药没错。星云鼻涕眼泪搅和在一起，责怪大姐瞎闹，这要是好是坏都不知，自己就好似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害怕大姐还要给自己喂食什么奇怪东西。星云拔腿就要离开，哪知脚尖生风，身体冲天而起，身形不断在空中变动，转而又回旋而下，轻巧落地。大姐感慨弟弟真是天赋异禀，可是她和星云都不知道，这是体内真龙之气对丹药的转化，才带来了肉身机能的重塑。彭刀门出现一支诡异的队伍，为何要大费周章来施救彭家上代掌门？只见黑衣长老盘腿而坐，双掌前推，紫黑真气拍入面如死色的彭仲道体内，旋即又单指聚气，指尖无形气劲点向胸前山中天区穴位，真气通过彭仲道七窍散出。黑衣长老迅即转身后移，点在背部肩颈穴、脊中穴，即刻又变指位掌，一股狂暴真气袭来。彭仲道惨叫一声，喷出一口淤血，内劲如针一般从背部直透心脏。父亲发出连连惨叫，看得彭万里焦急万分。
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如同植物人一般，如今竟明显有了自主意识。黑衣人招式怪异，内劲邪遁，他们是否和魔教有关？长老一口浊气呼出。今天到此为止。彭老掌门的经络偏差严重，需要慢慢恢复。随即递来一个药方，药方上都是毒药，需严格按照比例使用。过几日我们会再给彭老掌门打通淤积之气。望着如此邪祟的治疗手法，彭万里虽有疑虑，而老父亲却有明显苏醒的趋势，也别无他法。黑衣长老转身道：天下没有免费的东西，我们谈谈合作吧。河北灵谷有个青湖帮，请彭刀门出面帮我们清除。以长老的事，为何需要彭刀门动手？长老诡异地说道：彭刀门消灭一个江湖教派，武林上不会有人为此，但是我们出手引起个门派介入就不太好对付了。我们会暗中协助彭刀门的。青湖帮违背武林道义的事情也不少，设个陷阱，彭刀门再出面肃清，江湖各大门派不会很在意的。与我们合作，彭刀门立威武林指日可待。彭万里自觉如今门派处境也是如履薄冰，利用下他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随即应下需3个月时间拿下青湖帮。翌日晚上的彭家灯火通明，大堂正中摆着几个被符咒笼罩的丹炉，彭仲道盘坐中央，四长老围坐一圈，嘴巴不断颤动，正在默念着一种奇怪的咒语。随着手势的变法，真气越发膨胀，猛地双掌一推，聚集的真气一起分向彭仲道。他龇牙咧嘴，表情痛苦，霸道的真气涌入其体内，如蚯蚓一般虬张开来，猛地大喝一声，紫色真气由口中爆射而出。随着源源不断真气的膨胀，彭仲道在强大的真气下升腾而起，周身上下发出爆豆般的脆响。待一切真气平息，昏睡多年的老掌门竟已恢复神智，赫然地矗立在大堂中央。彭万里与彭天正激动万分，但是彭仲道表情冷峻，对于骨肉至亲的关怀毫不在乎，冷哼道：把我霸刀取来。从大孙儿手里取过刀后，大病初愈的他竟然能肆意挥洒百斤宝刀。黑衣长老毕恭毕敬地恭喜彭仲道，并提醒他要注意调养半年才能达到往日巅峰，随即商讨清剿青湖帮的事宜。然彭仲道回答却是让黑衣人一惊，对于3个月清理青湖帮，他提出了1万两黄金，可以只要1个月。彭万里插话：青湖帮虽不是江湖名门，但是1个月时间太紧。彭仲道一听，怒不可遏道：你这样优柔寡断，彭刀门何时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大帮派？彭刀门的事情现在由我负责，马上开始剿灭青湖帮的行动。黑衣长老却是欣然接受。彭天正对爷爷和父亲的决策不甚理解，虽然青湖帮不是大角色，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武林帮派的指责。1个月时间也不足让我们去游说9大帮派，获得他们的默许与支持。彭万里斥责大儿子：现在你爷爷已经恢复，以彭家刀的势力，我们要做河北第一，甚至武林第一。为了成就彭家霸业，虽然会触犯众怒，但是我们彭家也必须趟出血路。这日，臭名昭著的黑帮少帮主顾云雄在酒馆发现2名女子正在饮酒，那俩女子虽是素装，却有几分姿色，其中一位已是酩酊大醉，旁边的丫鬟一直在苦苦哀求。顾云雄霎时色心燃起，看来你酒喝的还不够，我请你喝一杯吧。我是青湖帮少帮主顾云雄，管你是谁，滚开！丫鬟见自家小姐被欺负，挡了上去。顾云雄哪管了这多，捏着丫鬟的脸蛋，正要轻薄调戏，哪知一道酒柱喷在他脸上。顾云雄一惊，这还得了，被女人拒绝，以后在帮众面前有何颜面？在灵谷一带还没他拿不下的女人，说罢一脚踹飞了女子酒桌。那女子也不示弱，拔出宝剑，双方对峙当场。漂亮女子一股剑气切来，顾云雄慌忙拆解了几招，在连续几波气息后，女子露出破绽。顾云雄双手握住剑柄，转手为攻，剑狠劈下来，女子用力一挡，生生接住劈砍。他心中一惊，这女子要不是今日有饮酒，估计还真不是他对手。只见2件火光迸射而出，剧烈的震荡让顾云雄手心一震，那女子将对峙卸开，顺势凌厉剑气扑向对手。他毕竟是帮主之子，一身轻功了得，身体跃然而起，一个旋转，劲道翻弹开，随后轻身落下，将攻势化解。还未等女子反应，迅速掠身换位，长剑划过女子大腿，只听惨叫一声，女子大腿被划破，一个踉跄还未站稳，顾云雄一个阴狠的飞踢踢向他的胸腹，被踹飞数丈倒地不起。眼见得手，正欲上前戏谑一番，哪知丫鬟扑了上来：你们不要过来，彭刀门的人你们都敢惹？知不知道这位小姐是谁？她可是彭家大小姐彭素玉，你把我们少帮主当科菜吗？彭家小姐会到这等偏远酒馆来，我家小姐是为了逃亲才不得已躲在这里喝闷酒。说罢掏出一块铜牌，竟真是彭家令牌，还不来救救我家小姐？不然彭家不会饶了你们的。顾云雄呆立当场，转念一想，这货是闯下了，彭家也得罪了，这里是青湖帮地头，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对手下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全杀了，一个不留。那手下平日里坏事也是做了不少，随即刷刷几炮，酒馆一众小二与食客都是血溅当场。彭素玉与丫鬟全围在一起，顾云雄邪魅一笑，提剑正欲砍去，大门竟被人重重踹开，一个少年带着众多手下出现在门口。丫鬟大叫道：是大少主，来者正是彭刀门彭天正。他狡黠道：大小姐逃亲自此，可让我们一顿好找。彭素玉没好气接了一句：这么多废话。彭天正不再多费口舌，单手一招，把伤害大小姐的人都杀了。顾云雄呆若木鸡，面如死灰。彭天正大刀在地上拖动，发出声响，伴随着杀气，
顾云雄勉力举起手中直剑，当的一声，刀剑相碰，爆发出强大的劲风。面对大刀连续劈砍，顾云雄格挡已是乏力，一股恐怖的刀气撕裂了他的防线，他的破坏力瞬间穿透，将其直接轰向酒馆门外。踉跄的想要爬起来，身体却已然麻痹。彭家弟子围了上来，戏谑他三脚猫功夫怎么迎战彭大少。大少爷，找到一个幸存者。声音传来，顾少一惊，不是全都处决了吗？彭大少询问这个店小二是否全都看见了。店小二唯唯诺诺道：大侠，不要杀我。彭大少笑道：放心，不会杀你，帮我们做个证人就行。是这个顾少帮主欺凌娘家妇女，乱杀无辜，我们彭刀门是除暴安良。这时顾云雄也从惊恐之中清醒，今天这事太过蹊跷，彭家大小姐乔装出现于此，如今还有一个幸存者，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画面一转，彭万里出现在青湖帮寨门口，一阵密语后，彭刀门队伍浩浩荡荡向青湖帮进军。面对突如其来彭家军，青湖帮帮众反应不及，已被彭家杀得片甲不留。帮主顾卫上一剑未发，就被彭天正一刀洞穿了他的身体。自己堂堂帮主，平日里耀武扬威，如今不知哪里招来的无妄之灾，真是死不瞑目。却不知自己只是彭家欲望的一块跳板。彭家清剿青湖帮的行动干净利落，众弟子一阵欢呼。彭天正向父亲汇报：我们此次行动的正义性就要靠这个店小二了。片刻后，店小二宛如说书先生般，把青湖恶少欺负彭家小姐、杀死无辜百姓的事情惟妙惟肖讲述着。吃瓜群众对于彭刀门扫黑除恶行动大感满意。画面来到青湖帮寨，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年轻人，身披斗篷，盛气凌人，眉宇之间透露的一股肃杀之气。彭家这个事情处理得很好，江湖上对这个师出有名的行动，相信也不会有所反应，把这里清理干净，彭家人都打发走，我们的人也要加快挖掘进度。年轻人眼神中流露出别样的感情，坚定地望着前方，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好似一场阴谋即将揭开帷幕。大山深处，两道人影在山间穿过，原来是徐啸林与爷爷在玉器飞行，穿掠于山林之间。他们飘逸轻灵，霎时之间弹出数十丈，悬崖峭壁之中竟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寨楼，寨楼破败不堪。爷爷，是这里吗？应该是这里了。根据2年多收集的信息，最终把我们带到了这里。进去瞧瞧，寨内别有洞天，墙面上雕刻着面目狰狞的兽头雕像，已是破败不堪，长满了藤蔓。深处有个巨型方石，类似祭台，上面布满了符咒。爷爷道：这里300年前发生过一次血战，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战斗痕迹了。再往祭台深处瞧去，豁然出现了一个洞口，看来已经有人来过这里了。这么深的洞穴，是挖走了什么？啸林，快把玄武石拿出来。他掏出玄武石，面对洞口盘腿而坐，单手托起玄武石。爷爷站其身后，凝神聚气，双掌拍向他背部，玄武石瞬间激活，悬至半空，发出耀眼光芒。这个玄武石又名光辉之石，它可以激发武学天才的潜在力量，哪怕他还是很弱小，也可以探测天才真伪。如果是真龙转世，只是一口微弱的呼吸，也可以点燃它。光辉之石的奇异的光芒缓慢增长，向幽深的洞穴探索。过了好会儿，玄武石光芒霎时收回，爷爷长叹一口气，看来要寻找的人没在里面。几百年来，上天都会在每一代武林人中降临一位天才，如今正邪两派各出现了一个。如果正派和邪派中各有一个佼佼者的话，那现在的太平盛世将会迎来一场浩劫，对吧？徐啸林问道。爷爷并未作答，老者也明白自己想太多也没用，毕竟上天选中的人自有其安排，而是意味深长地说道：该来的总会来的，只希望正义少年体内的真龙之气能赶紧苏醒，否则他的整个家族都有可能会被摧毁。这日，陈香川带着一家人进入家族传承的密室，在走过深不见底的阶梯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耸的铜门，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降龙纹样，沧桑而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历代掌门都是在这天剑洞内闭关修炼，从而成就了代代强者。对于父亲的授课，星云满脸怨气，他不想聆听历代掌门的修炼事迹。正在他感叹之时，父亲说出了此行目的：从现在开始，你就会将进入这个石室，独自修炼，直到领悟9魄术第7阶段，门你就可以自行打开了。话音荡口，大姐已经启动旁边的圆形莲花机关，铜门缓缓打开。陈星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安排提出抗议，嚷嚷着他不想在石室浪费青春，可还没由他多想，就被一脚给踹了进去，一个踉跄没有站稳，摔了一个狗吃屎。回头发现三姐一副鬼脸望着他，然后就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石室门已被紧紧关上，门外是三姐嘲笑声：婆婆妈妈按照老爹说的做就好了。然而三姐自以为完美的表现没有得到父母的肯定，父母亲对于她的粗鲁行为很不满意，则她对于未来少主不显尊重，对于父母责备，三姐气鼓鼓的离开了，嘴里叨嚷着以后结了婚才不像父母这样做啥事都遮遮掩掩，不痛快。而陈星云此时却是头大如虎，天剑洞各种姿态的石像虽有岁月侵蚀的痕迹，但在火光照耀下依旧熠熠生辉。陈星云感叹难得清静，这下有的是时间琢磨亢龙有悔了。可转念一想，如果魄力不达到第7阶的话，自己将永远困在这里。大姐天赋最高，升到第7阶都用了3年，环顾四周都是石块打造，挖地道看来也不成了。想着要在这里浪费一整个青春，整个人又躁动起来，脑海中闪现与其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湖边泛舟把妹，过着花前月下的小日子，不仅暗自伤神，
他也想和小姐姐划船。冷静了片刻后，既然这是与生俱来的命运，无法避免，那就去享受它。他起身走到兵器面前，拿起一柄长剑，随意挥舞了几下，慢慢熟悉了重量和力道。剑法无非就是劈切刺，九破术也就是由这3招变化而来。无数次重复练习，这些动作一定会融入到血液里面。想罢，身体像唤起记忆一般，剑已长天，体内真气急速聚拢剑刃，剑气在空中切出，真气炸裂开来，贯穿于剑身。长剑在手中轻灵天仙，剑影纵横交错，犹如在狂风暴雨中飞舞，仿佛无人可挡。然则陈星云现在并不知，体内真气能源源不断供养，都是亢龙有悔秘籍的批注。天剑洞内，陈星云不停挥洒手中剑刃。九破术应该怎样练习？无数次的重复虽然让肌肉有了记忆，但是肌肉和思维还不能很好匹配，动作要和气流的流动一致。虽然可以理解剑法的精妙，但是身体反应跟不上，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掌握1阶都这么难，何况是要到7阶？想着要在这里日月蹉跎，当即虚脱倒地。少爷，晚饭来了。同门外响起了侍女五月的呼喊，这才发现一整天已经过去，肚子确实嗡嗡作响。只见同门下面打开一个小窗，五月随即递进来茶水和一个餐盘，餐盘中没有食物，只有几颗药丸。陈星云惊惶大叫：“这是晚餐吗？”老爷说，闭关期间补气丸代替正餐，这样有助于修炼。星云听罢是火冒三丈，他现在铁都能吃下，这几个药丸能填饱空空的肚子。习武不都要吃肉补充能量吗？这是把我当和尚养吗？五月打趣道：“这个药丸富含膳食纤维，又不会增加身体脂肪，每天还能排便1次，是闭关修炼佳品。”听到排便，10室内好像没发现茅房，日后岂不每天与便便共舞？小少爷此时肯定是特别沮丧，能捉弄下这个自恋的少爷。五月脸上洋溢着自满的喜悦，随后朝窗内递来一筐包子，笑盈盈的道：“如果很饿的话，可以吃点这个解决一下。”陈星云愣愣地看着递进来的包子，一边责怪五月丫头捉弄自己，一边满意的大口啃食包子。大小姐让我带了你们最爱几本书籍递了进来，满心感激凑近一看，竟是各式各样的武学书籍。陈星云扬言他才不看，大姐就喜欢耍这些把戏。转念一想，在这寂寞的时事里，阅读的乐趣还是不能放弃。虽然是武学书，但是总比没有书好。翻了几本，原来大姐都是经过了精心挑选，按照体系整理好的武学书籍，从基础到高级，太疯狂了。我竟然能快速地理解这一切。随着他的翻动阅览，竟发现书本中记载的内容宛如游龙一般疯狂地钻入脑袋，迅速地填满了大脑。随即体内真气躁动，一阵眩晕感，两眼金光乍现，将陈星云拉入梦境洞穴，发现前方一条金色的真龙盘旋顶上，金龙一边咆哮，一边指引着星云探索。可是到底要到哪里去？盯着这金龙怔怔出神。此刻脑海中响起一道神识：大道煌煌，法如青天，只有得到金龙宝珠，才能获得金龙真正的力量。龙珠在哪里？他想要求一个答案，仿佛在经历一场蜕变。他面露苦楚，一声声高亢的龙鸣响彻脑海。自从青湖帮寨被那群神秘组织占据后，彭家还是第一次来拜访，守卫见彭家人来，不敢懈怠，慌忙向长老汇报。长老与年轻头领嘀咕一番，心中盘算着彭家是何用意，本想治好彭仲道的魔症，交换青湖帮地头，两派从此再无交集。没曾想到彭家还找上门了。长老抱拳道：“彭老掌门，恢复如此神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不知彭家人今日到所谓何事？”彭仲道表情冷漠回道：“身体才恢复，全身刺痛，出来松松筋骨，不知道贵派在这里大费周章的挖什么。”长老随之一惊，不知这个病老头有什么盘算，彭老怕是有什么误会，这山又没有金银宝器，这是在修建秘密训练基地。彭仲道岂会上当，狡黠道：“你们这么大阵仗，明显是在找寻什么东西吧？”不等长老答话，年轻教主示意退下，对彭仲道冷冷的道：“你们彭家想要什么？”彭家却是一惊，本意是来瞧瞧他们在做什么勾当，被人家反客为主。彭天正怒愕冲出，顺势抽出大刀直指年轻教主面门：“前辈谈话，你为何插嘴？”长老欲上来护驾，被其阻退。彭天正刀锋杀气一出，彭仲道示意彭万里勿动，可以借此看看对方的实力。大战一触即发，年轻头领轻蔑一笑，轰的一声，竟原地弹出，身形迅捷，瞬间攻入彭天正身前。彭天正慌忙提刀横砍，然则面前敌人已不知何时闪气身后，背后一阵发凉，一种难以名状的压迫感侵来。彭天正只能调用周身全部能量，一个转身横切，罡气充满了刀刃向对手砍去。此时年轻人却巍峨不动，仅用2指便将攻击化解，霎时间内力剧增，整个战圈转瞬即被黑气环绕。彭天正像被吸住一般，不能动弹，一股强大的力量冲破身体防线，彭天正不堪威压，跪倒在地，蛮横的真气将地面轰出一个深深的巨坑。原来他才是老大。彭仲道内心已是不寒而栗，年轻人的功力只怕比自己只高不少，没想到在离开武林这些年，江湖上出现了如此修为的年轻人。本来觉得彭家3代已然是实力空前，哪想自己孙儿的武学修为只在呼吸之间就被人拿下，现在自己纵使有鸿鹄之志，也只能委曲求全。心头一动，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谋划，转念道：贵派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彭刀门可以提供人手和安全保卫，保证不让任何人能接近这里。
年轻人冷冷的回应：“那彭家想要什么？”彭仲道独断专行，也不理儿子与孙子的感受。这个孙儿是彭门的未来，希望贵派帮他提升武学修为。彭天正大感诧异，难道自己学习的彭家刀竟如此不堪？面对家族百年夙愿期盼，彭天正一脸茫然。然而年轻教主却是很爽快答应了这个提议，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请好好培养他。望着爷爷与父亲离去的背影，心头五味杂陈。难道欲望比亲情更重要？转眼看向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彭天正屈辱情绪弥漫全身。为了我们的家族复兴，我能像他一样强大吗？思虑之际，一道声音击中他的内心：“你想不想变成我们教主一样？我们可以帮助你。”彭天正大吼道：“想？要怎样才能变强大？”长老大笑着，然后又戛然而止，面露邪魅回应道：“这就是你的学习态度吗？”彭天正此时还哪有傲气？为了彭家未来，这点屈辱又何妨？于是他竟硬生生的又跪了下来，请传授我提升的功法。年轻教主并未接话，而是转身冷冷离去。长老倒是很热情的拍拍肩膀，要想与九大门派平起平坐，彭家确实要找对路径。你现在刚好来得及。说罢，丢给他一本书，这是我们教的心法，不会与江湖上任何教派的内力相冲，熟悉后就可以学习我们教的上乘功法，有我们教派的相助，除非你是个白痴，学成后定能助彭家称霸武林。说罢便翩然离去。看着手里的武功心经，彭少主脸上露出渴望的表情。他刚刚领教过对手威力，自己一定要成为他。画面一转，教主冷峻的道：“他们上钩了吗？”长老嘲笑道：“彭家太过贪婪，他们对权力过分痴迷，肯定会上钩的。”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一晃半年过去了。天剑洞穴的陈星云此刻正懒懒瘫在地上，每天枯燥无聊的练习让人疯狂，唯一的乐子就是捉弄下石勇，每个石勇都祸害了一下，为其添画上了表情包。九破镇魂剑前7阶共有17种招式，如今这些招式已刻入脑海。大姐花了2年的时间才掌握了要领，又花了1年来熟悉他们，那现在自己已参悟这17种模式，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进入到第7阶段？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怎么可能半年就能参悟这么深奥的功法？说罢，又将所掌握的招式一招一画演练出来，整套功法下来流水行云，出现的破绽也能自我调整。经过一遭推演，确信自己确实参透了九破镇魂剑第7阶。哈，我是武术天才，太棒了，终于完成了。使用可能还有些瑕疵，但是不能否定已经掌握了第7阶要领。再见，石勇们，我要出关喽。忽然一个问题蹦出来，以父亲的秉性，看到自己这么短时间变到了7阶，就会说以后自己是天剑门的掌门，至少要掌握九破剑法的第8阶段，肯定会逼迫自己趁热打铁再次闭关修炼，干脆自己再辛苦下，把第8阶也拿下，这样就没有借口束缚他了。想罢，俯身看着雕像底部的第8阶招式，此招式对剑术的要求将是极度苛刻，每次出剑之时，以气为引，以剑为形，一招一式皆有贯通，不能犯任何错误，气流也要均衡，不能有任何差别。只有当真气力量是流水的400倍时，才能将第8阶完全打通。陈星云盘腿而坐，将真气灌注于身体的各个穴位，丹田之处也传来阵阵灼热感。此刻他感受到一股精纯的能量正在燃烧，而每天吃的丹药也开始发挥功效，丹田之处仿佛被点燃，体内真气如爆炸般奔流到全身的各个穴位，就好像身体瞬间要被摧毁一般。慢慢的能量有溢出之势，陷入一种迷离的状态，眼睛被一团迷雾所包围，意识来到另外一个空间，这是个广袤的草原，宛如仙界一般空灵。忽然传来一道声音，他惊诧的扭头望去，发现几位神态怡然的老者正看着自己，细看之下，竟是武当的张三丰、少林的达摩祖师以及丐帮的洪七公，都是一代大师。张真人率先开口说：“年轻人，你也要走我们这条道路？”洪七公则是久不离口：“现在的年轻人啊，真是没有一点梦想和野心，武林没落喽。”而达摩祖师道：“现在轮到你了。”陈星云一脸茫然，还没搭上话，再向前看去，3位前辈已然消失，一句铿锵的回音传来：“年轻人，这就是你的人生，自己看着办吧，此时不突破，更待何时？”体内再次涌动着一股精纯之力，曲张开来，身体如浸在山间溪水般沁人心脾，仿佛步步一样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供给，一口呼出，整个人一个机灵，找到了力量源泉。他相信一定能突破第8阶段，此时迫切想找个人来试一下自己的身手，然而身边却只有这些石像，让我来创造一个假想的对手。石勇们，你们来做我的对手。意境中，石勇变换为武林高手，持剑撞了过来。星云左挪右闪，轻松回应，然则石勇是越击越多，越来越猛。面对石像狂暴的剑招，他只能辗转腾挪，勉力应对，一时之间也没有好的化解方法。酣战之时，数个石勇忽然发力，石剑裹挟着各式剑招袭来。陈星云一个机灵，猛地平地拔起数丈，身体极快的速度旋转，席卷着剑气切向石勇，然后纵身一跃，跳出包围圈。强大的真气聚集在剑刃，真气交替包裹，剑体宛如一节铁链，随即身体在地面旋转，气纹犹如转动的雨伞，将一个个扑来的石像斩杀。轰的一声，以一个强暴的气爆完美收场。九破镇魂剑第8阶大功告成，星云气收丹田，这么轻松就练成了。他开始自恋的喃语：“没办法，
天才的体质就是这么强大。我有学识，我有武功，我真是文武双全。再见，石氏和石友们。想着自己如此成就，不觉笑出声来，真是佩服自己。天剑家又要热闹一番了。转念一想，自己如今武学有成，本想把天剑门这群愚钝的武夫都变成德高望重学者的计划，看来要失败了。画面一转，天剑洞外，整个家族都来了。陈香川下令打开大门，大姐的令，转动机关，铜门缓缓打开。陈星云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一改往日嬉皮的形象，仿佛是一位高傲冷峻的武学宗师，站在父亲面前。父亲神态平静，恭喜他练成9破镇魂剑第8阶。听到父亲的认可，陈星云绷不住了，又是臭美一番应道：他这满身都是天剑家族血统，练成如此功法是理所当然。三姐和四姐就看不惯他不知羞耻的样子，便想胖揍这小子一顿。天剑弟子们倒是一阵热闹，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如此修为，也就我们少主做到了。我们一辈子可能也到不了这个成就，看来传闻少主有习武天赋，实属不假。陈香川听着众人对儿子的溢美，心中纵是高兴，但也不能失掌门本色，旋即咳嗽2声。大家安静，我要宣布一件大事，我儿星云今日闭关有成，将代表我们天剑门出席武林盟大会。天剑门薛和队长和江源副队长带领6小队，与少主一同前往。遵命。掌门，2位看似精明能干的队长齐声应道。星云一阵眩晕，本想练成9破镇魂剑，父亲暂时就不为难自己了。这下与少女湖边幽会的计划又要落空了，连忙抗议道：武林盟大会如此重要，应该父亲出席才对。父亲此时欣然道：你不是学富五车吗？我们家里就你能说会道，你是未来的少主，正因你年纪小，出去见识下，才有可能赢得武林同仁的关注。陈星云则抗议自己不想离家太远。父亲怒愕道：现在正是你历练好机会，和江湖各门派建立联系比你闭关更重要。旋即又是一副慈眉善目的脸面，语重心长地给儿子画了一个大饼。陈星云一脸蒙圈，看来今天这个大饼不吃下，父亲是饶不了自己了。隔天，陈星云拿着本书正坐在树下，以后没有书桌的日子会多难熬，书本里的星星和月亮难道大家不喜欢吗？正在神游之时，薛和队长唤醒了他。少主，我们可以出发了。陈星云满脸抱怨地走向门外。陈香川见自己儿子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没有一点少主的风范，大斥道：把腰杆给我挺直了，迈开大步走，要有统领全军的威严霸气。是，父亲。陈星云大步走向陈香川，旋即单膝跪地，一脸严肃的道：他将利用这次机会去开阔视野，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回家。一众人给他这个誓死效忠的动作搞得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三姐和四姐一直就不看好这个弟弟，感觉这个大聪明弟弟带队去武林盟大会是个失败的安排。只见陈星云安排好人员，站成一行，面带坚定之色，带领天剑6队奔向武林盟大会的方向。左右左，左右左。父亲看着这个幼稚的儿子，感慨万分。金陵启是池中物，吾日天书下九重，只有自己能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一个新的征程即将开启。陈星云一人形如飞扬，急如飞影，在树林中穿梭，后面的队伍则是疲惫不堪。队长见少掌门丝毫没有停歇之意，在后面大喊：少主，停一停，怎么了？你们累了吗？我们已经轻功奔行2个时辰了。陈星云此时才堪堪停下。薛和喘着粗气道：心都要炸了。江源副队长则是捂着嘴巴，第一次用轻功跑得想吐，队员们都是气喘如牛。少主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薛队长问道：少主是不是吃了什么丹药，不感觉累吗？陈星云一脸泰然自若：早点到达，不是能休息得更好更舒适。薛队长听罢竟无法辩解，连忙说道：是这个理，但是还是要考虑适度的赶路。星云一边看他们休息，一边压腿做着热身运动。歇息一会，我们再跑。队长则是犹豫问道：我们还要用轻功长途奔袭吗？陈星云纳闷回应：轻功不是最好的武功技巧吗？难道你们不要多加练习？队员们一阵蒙圈。少主是说轻功比其他武学都重要，比剑术还要重要。陈星云接着道：剑法固然重要，但是遇见比你厉害的高手，不是保命更重要吗？旋即输出自己的武学理论：再厉害的对手只要抓不到我，他就杀不死我，这不是高深武学吗？第一次听到如此论理，队员们一阵愕然，感觉又貌似符合逻辑。陈星云接着侃侃而谈：轻功非一日之功，在练习的时间内，如果运气不好被人给杀了，那不是太可惜了，所以要时时刻刻注意修行轻功。我们只要先逃跑吧，日后才有报仇的机会。对于少主的这番新奇理论，队员们表示佩服的五体投地。薛队长冷静下来追问道：前面的大山我们也用轻功翻越吗？当然，到了武林盟大会呢，有好吃好住等待着大家。大家既然感觉我说的有道理，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出发吧。面对少主的安排，众人束手无策，只能跟着少掌门继续狂奔。须不知前方正有危险等待着他们。画面一转，彭天霸完成了禁闭修炼。彭万里警醒他要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焦躁是武林人的大忌。虽然你已修炼到五虎断门刀第6阶段，心绪无法自我调节的话，你将再次被陈家书呆子的3剑术击败。彭二少比武输给陈星云，一直让他怀恨在心。修炼期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索报仇的办法。父亲，听说陈星云将代表天剑门出席武林盟大会，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将他除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除掉那小子，陈家将会大乱，对于彭家刀的振兴将是百利无一害。
彭万里听后言道：“这个事风险太大，彭家出手以后如何应对？江湖各大门派质询。彭二少对于父亲的顾虑早有准备，我们可以找个人来做。这个刺客身手非凡，陈香川又不在儿子身边，不会落下任何把柄的，这是个完美的机会。”彭万里听罢大感惊愕，这个儿子出手果断凶狠，仿佛看到了彭家的希望。这件事不能出错，就算你死，也不能再与其他人说起此事。彭二少知道这是父亲的应许，表示自己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他战力冲天，心狠手辣。300年前带领贺兰教育正派人士血战，这场血雨腥风的大战持续了若干年，最终在9大门派合力下才将他剿灭。如今贺兰教后人再现，他们正在青湖帮山寨紧张的挖掘。一众喧闹声传来，找到大师的遗物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黑色降龙图案的石门，长老将帮众退开，华坤教主矗立在门口，深情地凝望着，眼神中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情感。这里长眠着贺兰派的洪四千教主，我们找了几十年，终于找到了。教主聚神凝气，倏然双掌推出，横抱的内力汇聚成球，霎眼间竟将2尺厚的石门震得稀碎。他面目从容笃定，带领众弟子走入墓内。墓室中直面而来的是一支血红的宝剑，他直挺挺地插在石头中，剑身用铁链紧紧锁住。红色天剑，贺兰派洪四千的爱剑。起初，这把红色的天剑并非红色，而是一把如白玉般散发着纯洁光彩的剑。后来洪教主四处征战中，许多名门正派的高手在他的剑下纷纷倒下，鲜血浸透了剑身，原本洁白如玉的剑渐渐染上了红色，变成了红色天剑。华坤紧握剑柄，准备施展力量将宝剑拔出。忽然，一股霸气的内劲涌入他的体内，随之传来低亢的声音：“跟着我，从现在起，我是你的师傅。”一股强大的真元迸发开来，瞬时之间，众人被凌厉的劲风围绕。洪四千的意识进入华坤脑内，华坤被带入了一个血腥的战场，那里遍地哀嚎。他的身后响起了洪教主的声音：“你来晚了。”面容狰狞，事发飘扬的洪四千正凝视着他：“我们要对付的是9大门派和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精英，你准备好了吗？”华坤虽是寻找教主墓穴多年，但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感到犹豫。洪教主见他如此反应，轰的一声，身体犹如炮弹般弹出，双掌带着赤红的真气轰进华坤体内，劲爆的真气将两人推滑向前方。华坤感觉体内真气膨胀，内力顿时大增。洪四千将体内真气全部砸向华坤，华坤发出一声声惨叫，耳边响起了洪教主的传语：“我将毕生所学都封存在红色天剑中，为了贺兰派的后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了这份力量。我现在把真正的红色之魂都给你。”源源不断的真气化作气海，涌入华坤经脉之中，浩荡的真气激荡着他的经络，水火交融，电光闪耀之中，洪四千已消失于脑海。师傅，我华坤身为贺兰教的传人，一定将秉承教主的意志，至死不渝。华坤大叫着，他再一次握住了红色天剑，蛮横的真气瞬间将铁链震裂，红剑被顺势拔起，剑刃的范纹被真气点亮。华坤手持宝剑，一股强大的杀气弥漫剑身。现在是我们实现洪教主意志的时刻。傍晚，陈星云带领众人还在树林穿梭，手下们一整日的奔跑已是鞍马劳顿。薛队长叫停陈星云：“少主，大伙太累了，夜间行路也不太安全，现在已经入夜，要歇歇了。”看着疲惫的众人，星云同意道：“那就在这片树林休息一晚吧。”小队在一片开阔地带停了下来，一个个瘫坐在地。薛队长按摩着酸软的大腿，一边喃语着：“这些年太重视剑法，忽略了轻功的修炼，夜色渐暗。队长安排众人拾柴，点亮篝火。少爷呢？”薛和队长警惕的道。江副队长说：“少主在那边调息避养，我们用了1天的轻功，现在他在练气功，他不累了。”薛队长感慨：“少主体格精奇，做事出人意表，奔袭了一整日，竟然不用吃喝。”队长吩咐不要打扰少主调息，安排好值班警戒，大家轮换休息。自从闭关以来，陈星云每晚都要打坐修炼吐吸纳气功法，慢慢的形成了一种习惯，通过吐纳之法，摄取天地之正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张弛有道的吐纳，生生不息，自然的能量能弥补他的缺失，达到进出平衡之状态。这样晚餐吃1颗补气丸就够了。随着吐纳的深进，越来越多的精纯能量汇拢，风的声音，昆虫的声音，他都能感觉到。意识中，黑暗中的昆虫居然能看得清楚，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头顶上仿佛有个眼睛，须不知位于他头顶部能洞悉万象的第3只眼睛，也就是感觉器官天眼已被打开。当一个人的顶眼被打开时，第6感就会触发，所以思想和感官可以看到正常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远处一道黑影掠来，他跳跃飞快，身体轻盈，穿梭在林间。难道是只猎豹？他在身旁的树后窥探着我。突然，一个蒙面人腾空而起，糟了，是冲他来的。只见那蒙面人手持金刚软骨鞭，裹挟着杀气扑来。陈星云大惊失色，是刺客，随手拔出手中长剑，敏捷避开，软钢鞭已掠搏而过。蒙面刺客手法飞快，眼见第一招躲过，随即又幻化多股气道飞射而来。陈星云只能连续提身向后腾挪。有刺客，大家快来！这时众人惊醒，当即持剑警戒。数个神秘的蒙面人从树林间迅疾跃出，众人猝不及防，蒙面刺客持剑飞扑而至。薛和大叫：“这些刺客来者不善，保护好少主人！少爷还好吗？”
刺客显然是有备而来，连续的攻击让他们应接不暇。少爷那边一时顾及不上，陈星云此刻也是疲于应对。刺客手中软鞭像条毒蛇一般不停地撕咬，缺少实战的他一直被敌人穷追猛打，好不容易躲过一边，软鞭像有灵性一般，一击不成，蓄力二击又接踵而至，轰的一声，狼狈了闪开了势如破竹的杀招。那刺客此时内心也有波澜，本以为一击必中的先机已经丧失，几招下来还没得逞，只能暂缓进攻，调整后再觅良机。只听那刺客言道：“本想趁你休息，要你小命，没想到你的速度反应如此之快。你是天剑家的少爷？”陈星云没好气的道：“你是谁？”刺客道：“小孩，真没礼貌。”星云横剑应对：“难道我有礼貌？你会放我走？”刺客也敢尴尬，小鬼如此傲慢，尝尝地狱钢鞭的厉害。说罢，软骨鞭射来，当的一声，陈星云提剑阻挡一次攻击，哪知那软鞭竟然能在空中接力，一口又咬了回来。星云躬身持剑挡拆了一剑，刺客一个大喝，软鞭竟然缠绕上他手中长剑，他急于退出软鞭，奋力想甩脱，岂知被敌人借力甩出数丈，几个翻滚才堪堪落地。正在酣战的天剑兄弟甚是关心少主安危，苦于应接不暇，只能呼喊助力：“少主，没事吧？”陈星云倚剑而起，大声道：“我没事，可以保护自己。虽然自己已经掌握的九魄镇魂剑，但是没有使用经验，如何战胜对手的软鞭？软鞭属于远程攻击，贴身近战才能打败敌手，但是对手的软鞭激起的防御圈没法近身，似乎毫无破绽。看来我要使用我的秘密招式了。”陈星云与刺客的几轮交锋中，一直苦苦支撑，毫无办法。道尽途穷时，他猛然转身，落下一句：“保命要紧。”竟一溜烟跑掉了。面对眼前的局势，刺客微微一愣，迅即反应过来：“你以为你能跑得掉？”正在激战的薛和队长大喊道：“江源，快去保护少主！”江源勉力应对一声，只见陈星云已飞出甚远，身后刺客紧追：“我会把你的四肢都卸下来，看着你痛苦的死去。”软鞭随即砸射过来，一棵大树竟拦腰被切断，随后应声倒地。断树竟横隔在前，阻挡了星云去路。陈星云眼疾脚快，倒地铲划过树柱与地面间的缝隙，飞身继续逃窜。那刺客旋转手中软鞭，形成了一个巨大圆罩，飞翔在空中。星云惊叹刺客身形如此之快时，软鞭宛如巨大巨片，将周遭树枝都已切碎。眼见摆脱不掉，陈星云心中生一计，转身飞向树林，依靠巨大树木可能缓解软鞭的威力。刺客仿佛知晓一般，一边抽来，想阻挡其去路。陈星云东闪西挪，持续迂回，一个滑行，身形已来到树林之中，又与刺客形成对峙局面。刺客狡黠道：“你以为能逃得掉？我要将你大卸八块。”陈星云此时调整呼吸，应道：“要对方冷静，他不是逃跑，只是在想办法而已。你那件武器能不能对付这些大树？”刺客嘲笑道：“你以为你进树林我就没办法了？太异想天开了吧！”话音荡口，软鞭又像毒蛇一般裹带了强大的内劲甩向陈星云。陈星云一个后跃腾空拆挡，虽然没有伤到他身体，但是钢鞭形成的气圈竟将周遭大树全部切断。刺客凌厉的身手让他感到畏惧，耳边又响起刺客的嘲笑声：“大树怎能阻挡我的钢鞭？你的末日快到了！”软钢鞭犹如利剑一般射来，那软鞭带着气劲，好似弓箭开启追踪一般，对手落哪里，箭尽射哪里，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软鞭在刺客手中操纵自如，随心所欲，一手以气导鞭出神入化。陈星云左躲右闪，刚躲过追踪，一个气劲又飞射而来，轰碎的石子直扑面门。他此时一个转身急停，山穷水尽之间，脑中灵光乍现。待刺客犹豫之时，星云腾空跃起，飞向大树上空，飞快地在树与树之间穿梭。刺客则愣愣地看着他，这又是什么花招？刺客手中钢鞭波动着气浪，旋转射向飞奔的陈星云，眼见将要射中他，轰的一声，钢尖射破树干。陈星云瞅准时机，身体腾空翻转，长剑对准钢鞭一挑，钢鞭抽回档口，被断掉的树干剐蹭了一下，星云瞬时向下窜去。刺客大惊失色，意识到钢鞭太长，来不及抽回，他的长剑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星云一招从上而至的横扫，剑气瞬间笼罩面门。刺客躲闪不及，手中软鞭脱手，就在陈星云双脚落地一刻，未等刺客反应，他双脚蓄力猛地向上腾起，剑由下至上勾勒出一道半弧，一声砍将，随后刺客斗笠应声而破，他的身体被陈星云从腹部到顶门整齐的划开，干净利落。刺客身体笔挺挺地倒在地上，面容充满恐惧凄惨之色。陈星云注视着这个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反而陷入了惊恐之中。他不禁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的鲜血，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刺客的尸体躺在地上，让他久久不能平静。他怔怔地站在原地，完全忽略了身后的危险。就在此时，身后又一名刺客正举剑砍向他。少主，小心！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薛队长喊声刚落，他的利剑瞬间划破了刺客肚膛。还在愣神中的星云扭过头，又看到了被斩杀的刺客，血淋淋的一幕再次震撼了陈星云。他感到不安和恐惧。少主，你还好吗？薛队长焦急地望着陈星云，惶恐之中，声音颤抖着挤出一句：“没事。”远处的江源和队员们还在激战，
处理掉2名杀手之后，战局明显向着天剑门倾斜。而此时，刺客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们怀疑得到的情报有误，不是说6个菜鸡剑客和1个小孩，而那个小孩竟然杀死了他们的头目。就在刺客们惶恐之际，薛和掏出1枚天剑门的火雷，点燃引线后将其扔向了刺客们。杀手正欲要下令撤退，却看到火雷朝他们飞来，还没来得及反应，火雷瞬间在他们眼前爆炸开来，顷刻间烟雾弥漫，刺客们被熏得连连咳嗽。然而他们哪里知道这是1枚特制的气味弹。此时刺客们的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一声口哨响起，刺客们瞬间撤退。江源示意穷寇勿追，那些刺客都是高手，轻功也非常了得，少爷的安全最重要。薛队长见刺客已经撤退，大家都没事吧？先照顾伤员和少主。我很好，先照顾伤员吧。星云怔怔地望着地上的刺客，血淋淋回应道。看着地上的尸体，脑海中又显现了刺客被自己划开的惨状，那种诡异的感觉和血腥味道让他感到惶恐，一阵恶心感袭上心头，他吐了出来。薛队长担心地望着少主，毕竟他还是个孩子，第一次杀人的感觉肯定让他难以忘怀。在他历经磨难、锻炼心智、提升心性的过程中，我相信他肯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掌门。少爷，你是怎么发现那些刺客的？星云并未正面回答，而是表示多亏了他暴露了他们的行动，我们才平安无事。薛和心想，少爷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人，我们先把少爷护送到一个没有血腥味的地方去吧。在篝火旁，天剑小队沉沉地进入梦乡。这次战役陈星云元气大耗，也是惶惶睡去。忽然背后一只黑手从地里钻了出来，紧接着胸口也伸出了一只手，2只黑手猛地抱住了熟睡的他，黑色的血液溅洒而出。他睁开眼睛，一张满脸黑血极其惨的面孔出现在面前，是那个被杀的刺客，嘴里还喃喃道：“不要忘了我。”星云正想推开，那血脸突然变成了一张扭曲的鬼脸，龇牙咧嘴地瞪着他，旋即又张开血盆大口，凶猛地扑向他的身体，不停地撕咬。在连连的惨叫声中，星云终于从这可怕的梦境中惊醒过来。清晨阳光明媚，他望着升起的旭日，心中涌起对于这个弱肉强食江湖的敬畏和勇敢面对更大魔力的渴望。他大喝一声：“我一定会战胜一切困难，一定会的！”就在此时，江源走了过来：“少主，怎么了？收拾下，我们要出发下一站了。”经过一夜的调整休息，天剑小队决心彻底调查此次刺杀事件，追查真凶的身份。陈星云问薛队长能否查出刺客信息。薛队长闻言表示目前还没有，只能收集他们的武器及服饰作为日后证据。另外火雷中含有独特的气味，如果能找到追踪者，相信能寻得刺客藏身之所。星云表示前面就有个集镇，找到丐帮分舵有可能获得一些消息。他们在闹市区觅得一个正在打盹的乞丐，叮铃叮铃的脆响，几枚铜板落在乞丐碗里。刚还在梦周公的乞丐瞬间两眼放光，谄媚地答谢道：“各位公子爷。”陈星云直面表示只想通过丐帮获取讯息。乞丐闻言脸色瞬间变得严肃，敢问是哪家的少爷？陈星云掏出令牌，亮出天剑门的身份。那乞丐倏然起身，示意他们进总部细聊。几人便委同乞丐离开，通过一条僻静的巷子，几经周转来到一院落内。只见一位老者正坐大堂，引路乞丐走上去耳语一番。老者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片刻之后，他操着浑厚的嗓音问：“天剑门来丐帮所谓何事？”薛和队长连忙递上去一张画像，询问附近是否有类似的刺客组织出没。老者愣愣地看着手中的画像，嘴里喃语：“这是练剑术，是暗影刺客组织。”陈星云连忙询问是否知道他们的信息。长老表示并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这支刺客组织才形成不久，最近在江湖上比较活跃。陈星云又向其攀问，最近是否有门派的人被这个组织刺杀，还要麻烦长老推荐一位寻味追踪的高手，具体报酬可以上天剑门索要。长老狡黠地表示，一般只接受预付款，看在天剑门的份上也可以通融，不过价钱会高很多。画面一转，根据丐帮的信息，陈星云他们找到一处住所，这里隐藏着一位叫郑破的寻味追踪高手。只见郑破的脸部和肩部布满神秘纹身，一副很精明的样子。他表示自己不是天生就有这种本领，只是学习了五毒教的一些功法，服用了一些药物，才能对一些独特的气味比较敏感。言罢，从满是药物的盒中抽出其中一个瓶子，这个1200白银。薛和闻言表示太贵，陈星云则思考着对方要价如此之高，想必其能力定是超世绝伦，便应了他1200的要求。半晌后，众人来到当初遭受行刺之地，郑破淡淡要求再引爆一个火雷。薛和掏出一枚拉开引线扔出，火雷弹瞬间引爆，周遭浓烟环绕，郑破手掌拨动烟雾，让一缕白烟吸进鼻腔，霎时间全身经脉暴起，身上纹身也变成了绿色，在郑破的感官中构建了现场，很快筛选出刺客的影子。他沿着刺客撤退的路线寻找，刺客很谨慎，撤退的时候还留下了一个人断后，最后这名刺客确认安全后才离开。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反而气味更浓烈，追踪起来会更加容易。郑破穿房越脊，经过几个时辰的追踪，浓烈的气味让他锁定了街边的大宅。他告诉陈星云，气味消失的终点便是这里。江源副队长看着刺客藏身地，不禁感叹：这群刺客真是胆大包天，他们竟然住在大街上。陈星云解释这是大隐于市，让人难以捉摸，又询问薛队长是否查到被刺客袭扰过的门派。薛和闻言道：
白家掌门白元亨的弟弟死于影子刺客之手，白氏家族苦苦查询并未找到真凶。薛队长表示已经联系上他们，白家渴望复仇，他们的武士很快就会到来。陈星云这波借力打力安排确实周全，有白家的势力的加持，相信处理起来会事半功倍。画面一转，暗影刺客府内人影重重，老大任郎山正聆听此次行刺的情况汇报。刺客扬言这次任务信息有误，任老大听言问此次任务是否是陷阱。刺客表示他们很小心，在回来的路上反复检查，绕行了3天才回到帮寨。任郎山听后疑惑不已，半刻后才传令最近帮众不再接新任务，全力追杀天剑门少主。可是刺客们不知，他们的组织也竟会遭到偷袭。嗖嗖嗖，天空中数道响箭袭来，刺客守卫一阵惊慌叫，轰的爆炸声连连作响，暗影组织的府邸被瞬间轰得稀碎。刺客们惊慌失措，抱头鼠窜。忽的呐喊声传来，一群白氏家族武士蜂拥而至，一个照面两帮人就短接火拼起来。白氏的武士势如破竹，刺客们一阵哀嚎，伤亡惨重。酣战之时，人群中簇拥着一位高势阔步的中年人，来者正是白家老大白云亨。只见其一声大喝，要众弟子把这些见不得人的刺客脑袋给砍下来。此时的陈星云带领天剑小队由侧路攻入，吩咐手下刺客们就交给白家武士，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去追杀刺客老大。12岁少年竟然击溃臭名昭著的暗影刺客组织。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任朗山陷入被动，他来不及思考为何白家会突然发动攻击。这个基地刚刚购买不久，还没有建造好逃生通道，他只能匆忙收拾一些金银珠宝准备逃跑。可是事与愿违，窗外突然闯入一群横眉怒目之徒。任朗山惶恐呼喝来者何人？陈星云闻言回应，正是他想寻找的天剑门。任朗山是江湖老手，猛地惊起一团迷雾，待到迷烟散去，他已然破窗而走，陈星云也随之消失。薛和大惊表示少主一人太危险，众人迅速追了上去。任朗山脚尖生风，在树林中快速疾飞，直到感觉安全后才停下来。他唏嘘竟因刺杀天剑少爷，惹此负门惨事，自己数年的积累转瞬间化为乌有，甚是不甘。突然剑声响起，那小子居然已经追上他。任朗山不敢多想，害怕小子的手下很快就会赶来，他只能尽快离开比较保险。本以为自己轻功了得，哪知那小子步履轻疾，稳稳地跟随他。他怀疑是不是自己老了，居然跑不过一个小孩。他蓦然跃起半空，霎时间幻化出6道身形，分散遁逃。陈星云愣立当场，没想到任朗山竟然还有如此高明的手段。任老大眼见脱离了跟踪，躲在一棵大树旁，得意自己本领巧妙，暗叹自己混迹江湖，多亏了这些保命手段。可是嘚瑟没多久，那小魂球竟又飘落在身旁，他竟然没有被幻身迷惑。陈星云狡黠表示他的本领是有些高明，但是幻化的身体没有影子，也不会扰动草木，偏偏一般武夫还是很不错。任朗山感觉这小子应该有些伎俩，能看清草木动向和有无影子，绝非常人所。突然他向后弹射而出，一声大喝，半空中瞬间弥漫起浓烟，待烟雾散去，只剩下他的衣服飘然落下。陈星云看着空洞无物的衣服，对任朗山充满崇拜，心想学会这种戏法一定很好玩。他四处查探逃跑的痕迹，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有地面上落满的树叶使他充满怀疑。而此时的任朗山正藏身于地下的树叶中，他用一根竹管呼吸，心想只要熬到天黑就有机会逃脱。可是由于竹管太细，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突然管中空气被隔绝，他暗叹可能是竹管被树叶堵住了。坚持了一会儿后，他实在憋不住，猛地钻出地面。他定睛一看，发现那小子正堵着竹管口，悠哉悠哉地看着自己。陈星云抽出竹管，戏弄言道此法果然精巧，差点就被他蒙骗。任朗山虽是心态快要崩溃，可毕竟是刺客出身，把握时机又纵身飞出，用连续的飞跃腾挪拉开距离。突然身体宛若劲箭射向树枝，一个单手勾甩，身体借助惯性绕树枝一圈，整个人稳稳地落在了树枝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从腰间取出一盒子，顺势固定在手腕处，恶狠狠表示自己死了也要拉个人垫背。手腕托直，袖剑瞬间迸射而出。眼瞅着那小子避无可避，砰的一声脆响，任朗山呆愣当场。那小子竟学会了自己的绝技彩戏法，消失不见了。霎时间只觉冷汗直冒，背后陈星云利剑划来，任老大惨叫一声，从树上重重摔落。他不可置信地望着陈星云，感慨叱咤风云的他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他放弃抵抗，痛苦地爬到树下，勉力将身子支棱了起来。陈星云威吓他说出刺杀白老二的幕后凶手。任朗山惊惶表示自己怕是疯了，说出来暗影组织就完了。一般雇主都会隐藏身份，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陈星云闻言告诉他，现在说不说他的帮派都完蛋了，现在如果不及时止血，恐怕命不久矣，并以天剑少主的名义起誓，肯定会放他一马。任朗山犹豫片刻，觉得性命要紧，如实说出了西境剑刺杀了白老二的信息。陈星云闻言道，西境剑一直和彭家刀来往密切，难道和河北彭家刀有关？旋即向他索要证据。任朗山颤颤巍巍地从裤裆中掏出一叠银票，原来他将证据信函夹带在银票中。星云怕其有诈，
抽剑将他手腕划破，银票信函脱手散落满地。任郎山惊恐道：“不是说好不取他性命？难道要违背自己的诺言吗？”陈星云一边检视地上的物品，一边淡淡表示不用担心，现在就可以离开。任郎山听罢拔腿就跑，一刻也不想多留。身后传来了陈星云的呼喊，调侃他若是在城里刺客组织，别来报仇了。陈星云呆呆地瞧着手中的信函，心想现在不能袖手旁观了，天剑家现在可能处在一场阴谋中，他需要赶紧成长壮大。他本是江湖名门望族的少主，刚踏入武林就险遭刺杀，而其幕后黑手可能是家族的宿敌。从小就喜闻厌武的他本想逍遥自得，如今如果自己一直停滞不前，极有可能会危及到家人的安危。现在唯有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在这明争暗斗的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暗影刺客巢穴已被轰得稀碎，少主追随任郎山后就杳无音讯。天剑小队众人一筹莫展之时，陈星云竟然安全归来。对于少主人击退人老大能功成身退，和其武学修为的增长都倍感不可思议。一阵兴奋和鼓舞后，众人还是恳请他下次不要单独行动，出了事情他们10个脑袋也不够交代。星云满是无奈答应，将人狼山处搜到的刺杀白老二证据交给薛和，要其转交给白家老大白云亨，顺手又将人狼山的银票交给他。陈星云示意这是大家第一次和他执行任务，把这些银票平分给大家。手下们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收获甚是兴奋，感叹自己辛辛苦苦10年也攒不下这么多。陈星云心情也煞是愉快，虽然自己从小不受钱财的限制，毕竟是自己动手缴获的银两，使用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手下们分到银票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他们个个手捂胸口，生怕银票飞走一般。陈星云见状则称他们把手放下，如同得了肺痨一样，有辱天剑门的门风，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银票藏在哪。众人听罢尴尬不已，纷纷不自然地把手放在后背。画面一转，众人在前往武林盟的道路上飞奔。此时他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薛和本欲想与少主商量吃饱喝足了再上路，奈何少主已领先他们很远，便也只能奋力追赶。陈星云一路奔跑，一边欣赏山间秀丽灵动的景色，一边呼吸着沁入心脾的空气。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见少主人突然停下，后面的众人忙不迭地撞到一起。陈星云示意前面就是嵩山了，少林寺应该去拜访一下，停下来游览学习，再烧点香，为家人们祈福起步快哉。虽然薛和觉得会耽误去武林盟行程，但也架不住对天下第一名差的向往。最终众人一致同意拜访少林寺。踏入少林寺地界，一座座威严的石塔林立在山间，众人皆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些石塔是少林寺历代高僧的墓地，石塔的高低表示生前佛学造诣的深浅。众人正感叹其壮观时，一阵香味将他们带走。这股夹带着酒肉香的味道让大家欲罢不能，也带来了一股神秘感。为何僧人的墓地有酒肉香？众人寻找一番并未找到味道的来源，怀疑是否是塔中鬼魂在饮酒吃肉。陈星云却发现了前方一座高塔上的人影，此人一手持酒囊，一手拿肉腿，正在大快朵颐。他示意大家看前面的高塔，未等大家反应，那人稍纵即逝。他运气调动天眼寻找，很快天眼达到进出平衡之状态。在一座石塔后面竟坐着一个酒肉和尚，他毫不顾忌地饮酒吃肉。突然他像感受到陈星云的目光般，身影瞬时弹开，脱离其视线。陈星云收回天眼，感慨此人武学修为之高，那和尚应该也修成了武道天眼，不然怎会感受到他的目光？但是为何和尚竟能饮酒吃肉？陈星云岂知两人命运即将交织。少林智谷乃禅宗祖庭，功夫圣地。所谓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天剑门一行人来到少林膜拜烧香，此时一群和尚迎了上来，来者正是少林元武方丈。方丈行单长李延道原来是天剑门少主，在拳王寿礼上与其有过一面之缘。陈星云闻言表示，当时自己在寿礼应对彭家的挑战，没来得及认识方丈，顿感惭愧。方丈却慈眉善目，表示无碍。此刻他们又相遇少林，正是缘分。陈星云正好将近寺前遇到酒肉和尚一事告知了方丈。方丈闻言大惊，思索一番后表示，那位和尚可能是早已被逐出师门的智传，当年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少林弟子，50年前因触犯寺规后离开少林，如今他竟然秘密回来，那塔林之中肯定就是智传师傅。陈星云很是好奇当年发生了什么。元武方丈表示，当年只有主持与他谈过话，他只知智传执念太重，对于他的下落他并不知晓。星云言道，既然智传师傅回到了少林，方丈一定有机会与他见面，他已想在寺院瞧瞧，为托辞与方丈告别。他对这个智传师傅充满好奇，向薛和提出了一个人去逛逛的要求。薛队长虽不同意，但是想着在少林寺内不会有危险，也不能拒绝这个固执少主的安排，只能让其单独离开。副队长则祈祷少主不要再惹出什么乱子。画面一转，陈星云一个人来到寺院后林中，他想这个酒肉和尚应该就在附近，自己聚气凝神定能找到他。他提气在林中穿梭，一阵类似狐狸或狼的声音吸引了他，循着声音几经搜索，只见智传和尚拦住了一只叼着猎物的狐狸，他怒喝着要狐狸交出口中兔子。那狐狸显然也是被欺负过多次，虽不情愿，但是还是松了口。智传和尚提着兔子转身离去，狐狸则是发出又要忍饥挨饿的悲嚎。陈星云倍感新奇，这怪和尚手中的肉原来抢的是狐狸的猎物，好奇他酒是从何而来，悄摸摸地跟了上去。片刻之后，智传和尚在一处10剑山泉停下，他竟然往酒葫芦中灌满清泉。星云暗忖，难道所饮之酒为山泉？又见那和尚把死兔拍在岩石上，调气运力间双掌竟然起火焰，旋即闭目运力，用双掌火焰烹饪兔子。
星云总算明白这和尚的酒肉来源，可是他为什么要隐藏在石塔林中？这副饮酒食肉之态，岂不有辱佛门？智传和尚烤完兔子，拧开酒壶吧唧了一口，猛地一声喝道：“是何方鼠辈，还不现身？”这位武学奇才在50年前被逐出少林寺，如今他躲藏少林石塔林中，每日靠抢夺狐狸口中食物生存。陈星云发现智传和尚的行踪，但是自己踪迹也被和尚发现。智传和尚怒斥道：“你就是那石塔中窥探我的小鬼！”星云慌忙握拳报上自家名号，和尚张口打断，他才不在乎什么臭皮天剑门，打扰他吃饭了就是对他的不敬。豁然智传双目紧瞪，惊叹对面的年轻人能量已达溢出状态，自己40岁天眼才刚刚觉醒，现在的年轻人都如此了得。智传和尚飘忽的反应让陈星云不知所措，更惊讶于这和尚一眼就看清了自己的实力。突然和尚狂暴不已，责问陈星云是不是来偷他的酒肉，为什么年纪轻轻不学好，你会下地狱的。轰的一声，刹那间和尚竟然闪身跑掉了。陈星云来不及反应，匆忙追随上去。智传一边飞奔，口中喊着天煞星，天煞星在发光，没时间了。天煞星的光越来越强，陈星云听其喊叫，完全不符逻辑，随即挪身上前问他说的什么，究竟是何意思？和尚暴怒回应，这是命运，却忽然捂住青筋暴露的脑袋，转而责骂星云，小贼，把鸡腿还给我。旋即单手勾住树干，指尖爆发出强大的穿透力，刺破树身，借助惯性旋转身体，朝跟随而来的陈星云扑去。只见他单掌蓄力轰了过来，眼见既无所施，陈星云慌忙举掌，硬生生扛住这波攻击。狂暴的内力让他节节后退，那和尚则是越发兴奋，一道道刚猛之气穿过星云双掌。随着越来越多袭向自己的真气，星云渐渐落于下风。他感受到智传和尚的内力正在攻入体内，即将要穿透自己的七经八脉。如果再这样下去，真气穿过他的丹田，那他将会全身爆体而亡。他调动体力，所有真气反击，场面瞬间变得风驰电掣。智传和尚也感受到对手的变化，就在惊叹对手之强大的同时，嘴中还喃语着一些关于天煞星的疯话。星云此时已是竭力强撑，而那和尚竟举起另一手掌，狂暴的真气聚集其掌心，转瞬间便轰向了他。星云面露痛苦之色，脸上经脉暴起，苦苦化解这一波攻击。面对无法化解的杀招，他心中惶恐不已。突然和尚大喝一声，将劲道提升至极限，拍向对手。星云如同脱缰之马一般，直挺挺地朝后方飞去，在地上滑行了数丈才堪堪停下。随之而来的是一口鲜血喷射而出。看着躺在地上陈星云，那和尚如同疯魔一般，他拧开自己的酒葫芦，滋上一口，独自一番风言风语，这才是天煞星的问题所在。那个小贼是不是又在偷吃我的鸡腿？应该早些回去大吃一顿。说罢，人影瞬间消失在山林中。此时地上的陈星云经络暴起曲张，两眼真气怒放，猛然张开大口，两股真气喷涌而出，全身发出爆豆般的脆响。片刻后，全身暴起的经络渐渐消散，他已是毫无意识晕死过去，身体像被刺破的皮球瘫软在林间。少林寺禅房内，陈星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表情痛苦，似是在噩梦中。在薛和与江源的不断呼唤中，他终于醒了过来。两位队长告诉少主，他已是昏睡3天。陈星云惊讶自己竟昏睡了这么久，不过自己好像也并无大碍，只是到底为何这样他并不太清楚。自己明明被那和尚差点杀死，现在居然安然无事地躺在床上。忽然散发着恶臭的被单刺激到了他的感官，他大声呵斥手下为何不给自己干净的床单。薛和慌忙解释已经换过几次了，将原言到当时将少主人从山上救回时，他身上就不断有黑色汗液流出。薛和怀疑是否是少爷血脉变化引起。陈星云心中一阵嘀咕，难道是智传和尚将自己血液中杂质全都逼了出来？这是一种靠清理体内的浊液提高修为的一种方式，难怪身体通透不少。不过还是要先洗个澡。片刻后，陈星云拜访元武方丈，向他讲述了与智传和尚的遭遇。方丈听后微笑释然，他觉得星云与智传的缘分还只是开始，希望他多留在少林寺看看。方丈的佛语深奥，星云推测是不是要他再去找智传，自己确实还有很多疑惑未解。也许智传就是他的解惑人。星云感谢方丈点拨，表示自己也将在少林寺多停留些日子。他满心疑惑来到了树林，他想多了解下智传和尚。他感觉智传并非是要杀了他，而是一种比较另类的训练。在林中片刻寻找后，一道声音传来：“小子，你是来找我的吗？”智传满脸肃气地瞪着他道。陈星云表示只是想来看看他，而智传凛然表示他没多少时间了，他俩直接徒手切磋武一把。陈星云听罢表示自己只会用剑，和尚根本不理会，恶狠狠地说道：“不熟练掌握自己的拳脚，怎么能学好高深的剑术？每个高手都必须知道如何徒手格斗，而不是使用剑，不可能在上茅房的时候还带着剑。”这番理论虽是粗俗，但也是直击星云心灵，听上去确实词顺理正。在智传的催促下，星云最终扔掉手中宝剑，哪知那和尚竟一拳朝其面目打来，重重地轰在脸颊，他沉沉地摔倒在地，一边埋怨一边擦去嘴角的鲜血。然而智传没有怜悯，姿势调整为左掌右拳，瞬息将能量拉满，向陈星云冲撞过来，口中还大喊可怜虫，为什么在等待？受到攻击后要立刻转化攻击。言罢手肘击中下巴，旋即一个直拳让陈星云脱离重心。那和尚将手臂拉直，一个掠身直击面门，
星云又轰然倒地。智传调侃表示这小子平时缺少锻炼，看看这才是真正的武术。陈星云则是坐地求饶，不应该这样过招，智传可不准备放过他。话音档口，连续的冲拳不停的轰击星云，挨打也是一种技巧，在与对手对抗中，一击便到的话如何取胜？一声声凄惨的叫声响彻山林。夜晚的禅房中，薛和与江源看着满是伤痕的少主，面面相觑，无能为力。陈星云则是发出阵阵哀嚎。隔日清晨，星云睁眼，感觉自己能量充沛，昨日的疼痛感已然消失，被揍了一顿，感觉自己强了不少。两位队长看着昨日惨兮兮的少主，竟然又满血复活跑向后山，被弄得一头雾水。智传和尚一见面就对他说着疯话，满脸肃然地表示只有3天了，不能再浪费任何时间。言罢已调整为攻击态势，这疾风般的直拳连续轰击星云，告诉他眼睛是感知的第一要素，只有眼快才能更好的预判和做出反应。看来昨天的挨打起了效果，今天有所进步。但是星云并未快活多久，和尚变拳为肘击中胸口，星云被力道推开数丈才勉强停下。和尚教导到眼睛控制好的同时，要观察对手的肩膀，这样能做好动作预判。还有，难道天眼只是摆设吗？要能随心调用天眼洞察先机。智传话音未落，一拳抨击而来。星云听罢恍然大悟，霎时唤醒天眼。果然在天眼的加持下，对于智传的出招研判更为精准，凭借着天眼的优势避开一记重拳，但是对方的拳又像雨点般密集涌来。和尚大喝盯紧他，不要犹豫，拳头居然可以同时攻向不同的方向。就在惊叹和尚高深修为的同时，和尚竟用脚踢来，那腿风卷起的气浪带着阵阵刺痛感，让星云倍感压力，惊呼为何能朝不同的方向攻击。和尚怒斥，没有拳头会改变方向，是他不够快，要学会掌握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手臂和腿，在狂风骤雨的拳头中锤炼，在追风逐电的腿法中洗礼。星云逐步掌握了应对技巧。临近傍晚，此时和尚告知他只有2天时间了。星云表示自己不知道他2天是何用意，和尚应道只要他达到一定的水平就会告诉他。经过一整夜的打斗，此时已是天光大亮。陈星云对智传的拳脚功法应对驾轻就熟，最后双方在旗鼓相当之下拆解开来。智传不等他喘息言道，天人合一，一种天与人融合的境界，如果你把它用在剑上，它就变成了一种剑术，如果你把它应用到刀上，它就变成了刀法。陈星云感受到他有种莫名的绝望感。智传淡淡的言道，自己的生活虽然充满了遗憾，但在生命将近时能遇到他这样天赋的年轻人，使其成为自己的传承，此生不枉。言罢要星云拿起长剑，而自己手中握起一根长棍。陈星云拔开手中宝剑，宝剑和剑鞘分离的剑名居然和以前不一样。智传开口骂道，你这小贼，这才是大师和庸人的区别。星云欣喜自己竟然也上升到大师称号，然而智传并没有与他庆贺，长棍蓄力插来，星云长剑格挡，当的一声，长棍竟然有回弹力将剑震开，随后棍子狠狠地轰在身上。智传怒喝道，一整夜都白练了吗？言罢高高跃起，扬棍扫来，星云后跃躲避，木棍轰的一声砸在地面，将所学的拳法与剑法相融合，达到天人合一状态。剑就是拳头。星云望着手中长剑，仿佛明白了智传的用意，霎时间棍影重重，让陈星云应接不暇。此时内心思考要如何才能做到人剑合一，突破武术与剑术壁垒的方法。他想尝试下自己的想法，让拳头和长剑合二为一，不分彼此。挥出宝剑的一刻，身体无时不刻地处于交感状态，在交手的一刹那，智传和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轰的一声，那和尚腾挪躲避开星云攻击。他意识到眼前的年轻人已达到天人合一境界，起初他担心短短3日无法让其领悟，如今年轻人已然贯通，那可以将毕生的绝学教授与他，感叹自己这一生蹉跎了多少岁月，充满遗憾。这个年轻人让其感到自己的渺小，也看见了新生的希望。不过他从小教官惯了，要克服这些可能还需要些时间，这样再修行几年，对付天煞星就完全没问题了。他将是武林的福音。智传飞速地转动手中长棍，木棍转动犹如一张圆盘，他高高腾起向陈星云攻来，棍影如同狂龙出海般，瞬间幻化为无数股气劲飞射而出，威势惊人。星云此刻有点不知所措，自己虽是已然领会人剑合一，在如此凌厉的棍法前，他只能暂且用气劲构造其防御圈，惶恐应对。波浪般的气劲一浪接一浪，丝毫不懈。智传怒喝，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即使你天赋异禀，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要面对不停的障碍，你必须要爬过它，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否则陷入真气偏差，将会走火入魔。智传手中长棍却越发汹涌澎湃，一时间棍影叠重，相互交错，缠绕着陈星云。此刻心中的真气已是混沌状态，漫天棍影交织成了密密麻麻的恶魔之墙，凌厉如风雷之势，击打着星云的心灵与肉身。这是恶魔要吞噬你的游戏，你的武学修为越高，恶魔的进化就越快，要翻越的魔墙就越发困难，是新生还是成魔就在一念之间。智传和尚希望陈星云早日面对魔障，这样才能有坚韧的意志，不被心中恶魔所困。星云眼中突然出现一个智传的身影，和尚宛如赤魔猛兽般吞噬而来，吼叫着提醒他想想那些充满自信的时光，天人合一的状态才能唤醒自己的身体，好好利用它，才能劈开这堵魔墙。和尚的传音像一道神石，直击星云内心深处，仿佛置身星罗棋布的碧海星辰，
哪里有气哪里就有智慧。他意识到手中长剑不是随手而动，而是随身控制。他握剑横切过去，凌厉的剑锋刺破恶魔的足肉，魔头被一个个的劈成两半，纵使有万马奔腾，霎时间也已是心离雨散。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智传呆愣当场。此时星云长剑竟沿木棍中心切来，势如破竹般顺着剑势将木棍分开。望着手中长棍，智传大笑，终于冲破的心中屏障。陈星云此时表示已经酣战2日，现在是不是可以吃饭了？和尚一脸肃然告诉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完成。话音一落，身体如弹丸冲出，单掌吸住星云天灵盖，在蓄势飞起，竟如杂耍般倒立在他上空，金色的真气如洪流涌入体内。智传这是要将内力传给他。星云大叫，这样会要了大师性命。和尚却怒斥要他闭嘴，赶紧盘坐听他指挥。真气流转钻进陈星云血肉中，能量的传渡不仅是修为的传递，更是气运的转换。这种偏激的方法对于传渡人而言，轻则短时间内衰老几十年不止，重则会瞬间面目全非，生命消散殆尽。灵道的真气轰开一股气圈，智传传递完最后一波真气，身体才脱离陈星云。落地之时，身体的乏力感让其踉跄的后退了2步。看着眼前的少年，他感慨万千，自己生命将尽，在临死之前能够完成心中所愿，已然是种大幸。瞬息之间，智传样貌已是一位饱经沧桑、年逾古稀的老人，他却不以为然，只希望以后在少林危在旦夕之时，眼前的年轻人能出手相救，这就是佛的旨意。年少傲慢的他，曾为了提升武学修为，害死了自己的同门师兄。他满怀愧疚，离开少林寺，来到山洞中修行了50年。在佛法和执念中，心魔最终控制了他。这也是为何智传被称为疯和尚的原因。在他苦苦挣扎准备结束自己的一生时，心魔给了他一个主意：如果1个月内他能放弃心中佛法，他便不再缠身。智传深知心魔之身无法摆脱，他回到少林，希望在此生活1个月，寻找有才华的少林弟子。就在只有最后3日时，遇见了这个年轻人。虽然不是少林弟子，但是还是将毕生修为传渡给了他。现在到了最后时刻，在魔鬼控制他的身体之前，他必须进入草寺山洞。轰的一声，智传身影划过重重山岭，来到草寺洞口。他聚气，将最后一股活力抽出，轰向前方的山洞石门。炮弹般及时的身体瞬间砸穿石洞，随着石门的粉碎，智传和尚的肉体与祖先埋葬在一起。陈星云望向传来巨响的山峰，知道智传已然离去。如果是命中注定，那么他们会在来生相见。智传大师在生命最后一刻，竟将毕生功德交给了他。现在他将用大师的遗志来锻造自己。虽然只有3日的授业，他已然是自己师傅。朝着山洞方向磕了3个头，让他们在这一生中互相告别。傍晚时分，俩队长已经在塔林附近等待了良久，看到前方完好无损的小少爷，众人皆是欢喜。未等大家开口，星云便疲惫地告诉众人，赶紧弄点吃的。饭桌上虽是寺院的素餐，少主狼吞虎咽，薛和从未见过少主如此这般，要他慢点吃，这样对胃不好。几日未进食的他才懒得管这多，风卷残云般补充自己的营养。须不知满脸稚气的少主悄然成长为武学大师。江湖最大的盛世武林盟大会即将召开，各路豪杰齐聚武汉城。陈星云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这里。星云表示，虽然在少林耽误了一些行程，但总算一路较为顺利。距离武林大会还有一段时日，大家先在这里找一间客栈落脚，缓解一下疲劳，再行前往。一行人来到一间较大的客栈，站内热闹非凡，人潮熙攘。店小二慌忙招待，言其因武林盟大会临近，店里没有空位置，可能要等上一小会。薛和听罢，掏出1枚钱币，让小二想办法安排个座位。跑堂的见有客官打赏，让众人和其他客人拼桌在一起。众人坐定，陈星云抱拳行礼，感谢对方愿意与他们拼桌。对方是一位儒雅的中年人，表示不必客气。武林盟会议即将召开，拼桌已是这里的惯例，能有幸在此拼桌也是一种名分。薛和抱拳介绍，他们是来自天剑盟，这位是他们的少主人陈星云。中年男人言到这个名字，仿佛在哪里听到过。旁边的客人猛然想起，原来是3剑术少爷。江湖传言天剑门少主能把简单的3剑术演绎得出神入化，陈星云则暗称3剑术连3流剑法都算不上，不管这个称谓加上什么修饰，感觉都很低级。这时店小二在旁边听到客人言语天剑门，刚才有位小姐也来打听天剑门，提供他消息还能获得1枚铜钱。小二欣喜往店外跑去，片刻小二又慌张跑过来向陈星云言道，街对面有位小姐被人欺负。陈星云一阵迷惑，只见那小二道是一位叫5月的天剑门小姐。闻罢星云一声糟了，难道是自己的侍女5月姑娘？随即在店小二的带领下和众人一起飞奔而去。只见街边几位剑客正对着一少女吼叫，那女子正是5月不假。他被几名剑客调戏要其陪酒，那为首的公子哥见要挟不成，勃然大怒，言其不识好歹。5月则是一番无助的在旁哭泣。星云一见那还得了欺负自家的丫头，一个闪身来到几名剑客身后，大喝一声，还未等对方弄清楚怎么回事，有2名剑客已被双掌拍飞，狠狠地砸在了桌上。众剑客一阵骚动，慌忙抽剑应敌。星云则是一个腰马，双掌在空中幻化成若干手掌，一众人还未近身就被雨点般的击拳轰到。薛和队长震惊不已，难道是陆河拳？副队长表示天剑门从未有练过此拳法，难道和少林和尚有关？欺负5月的那个男人见一众手下都被放倒，此时只能用力嘶喊着，
难道不知道他是谁，来维护他最后的防线？星云也是个公子哥，哪管得这些，腾空而起，伴随着对方的哀嚎声，一个飞踢将对方踹到了墙上。此时五月姑娘是满脸的不可置信，眼含泪水的扑到了星云怀中，陈星云则是一番手足无措的安抚，他反倒是大声嚎哭起来。好一会儿后，情绪才稳定下来。陈星云掏出1袋铜钱，打赏了店小二。房间里，一行人围着五月，想搞清楚为何不待在天剑门家里，跑到武汉来。五月心潮澎湃地解释，他放心不小少主，从小就是他服侍少爷，怕少爷在外吃苦，所以一路打听来到了武汉。陈星云闻言真不知道应该夸他愚蠢还是勇敢，众人听罢却是为五月的主仆之情感动万分。陈星云此时别无他法，只能让丫鬟跟在身边，并表示以后跟着他一定少不了责骂。隔天天光大亮，街上张灯结彩，人头攒动，新的一年来到了。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陈星云陷入了沉思。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老道赠与亢龙有悔让他觉醒，后来悟得了武道天眼，通过了天人合一的考验，在参加武林盟大会的路上暗引刺客的追杀，并最终剿灭了刺客集团。来到少林遇见了智传和尚，大师气绝自我，将一生修为都度予了他。倘若少林危在旦夕之际，自己肯定是要出手相帮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武学泰斗少林都面临危险，江湖其他门派恐怕难以幸免。真的有一场浩劫的话，自己的双手能不能保护他们？正在惆怅之时，顿时一股信心涌上心头。过好今天，美好的明天自然会来。300年前，贺兰教败于9大门派联手，当时的贺兰8大护教家族之一的欧阳氏逃到了长城边塞的小城附近隐居。如今欧阳氏族长欧阳成凭借着当年祖上流传下来的武功和世代积累的财富，已然成为小城最高的权贵。这一日，欧阳氏迎来了一些不速之客，他们请求面见欧阳家主，并递上了拜帖。欧阳氏的弟子们见来人不像善茬，不敢怠慢，着急汇报。欧阳成拆开拜帖，红色圣谕令牌，这是贺兰教的召集令，祖上留下的遗训就有提到，见此令牌必须遵承召集，否则族群会有灭顶之灾。台下众长老一阵喧哗，300年前的承诺哪知真假？欧阳成怒吼表示，欧阳氏不能就这样放弃多年基业，成为一个消弭300年的贺兰教的跟班，发布警号，召集族人御敌。弟子们听见纷纷向门外跑去，瞬间对门外黑衣人形成了包围之势。为首的弟子见己方人数占优，叫嚣着让他们退去。华坤教主狡黠一笑，没有人能蔑视贺兰教的红色圣谕令。铜驼长老言道，欧阳氏只想利用贺兰教武功获得荣华富贵。言罢，带着狂暴的真气跃身冲入人群，一声怪叫，变手为爪，身体腾跃半空，旋转的爪风带着刺劲划开包围圈，气劲所到之处都有欧阳弟子倒地，外围的散兵游勇也尽数倒在黑衣护教的真气之下。激战之时，一声叫所有人都退后的声音传来，原来是欧阳成带着家族成员一众出现在门口。欧阳成面带肃杀之气问到，台下可是贺兰教众？铜驼长老怒斥道，为何见红色圣令不下跪？欧阳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责问因何杀他弟子，他们都是雇佣在门下。华坤冷峻地言道，这些人要为自己选错主人而付出代价，鉴于欧阳家的不配合，他们只能杀一儆百，让其他家族不敢反抗。欧阳成听罢怒喝，台下是何人狂语？吾乃赫连氏华坤。欧阳成此时大惊失色，能用赫连氏自称的人肯定就是赫连后裔。当年赫连教让整个武林都浸透了鲜血，华坤真气一出，大喝怒言，财富和权力比神圣的红色更重要吗？欧阳成凛然表示，他们只是通过口述了解红色圣牌令，不过他们更自豪的是过去300年欧阳家再次取得的成就。看着可笑至极的欧阳成，华坤手中天剑布满杀气，看来权力和财富比生命更重要。手中天剑真气爆发而出，携带着割裂苍穹的杀意扩散开来，剑气所到之处，即有欧阳氏弟子倒下。在华坤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哀嚎一片。面对如此残暴的杀戮，欧阳成驱动体内真气，他早有预感危险会来临，因此他从来不忽视功夫，并带领族人们研习武术，这才有了今天的辉煌。弟子们在赫连后人面前摧枯拉朽倒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自己真是太过自负。这个年轻人对于屠戮竟如此平静，看来欧阳家族今天势必难以保全。华坤此时玩味地问道，你现在是否还觉得荣华富贵比您重要？欧阳成面色凝重道，您做蛇头不做龙尾，即便今天是欧阳家族的最后一天，亦无怨无悔。100年之后，后人们会记住他们是欧阳家的后代，而并非赫连教的仆人和走狗。你的武功再厉害，赫连也难以将剩余的7大家族征服。此时欧阳成士气大增，如今他只需站得酣畅淋漓。华坤闻言冷笑一声，那你就去跟你的祖宗说吧。双方各自带着强大的气息攻向对方。欧阳成一个腾身，手中划出一道白色剑气刺向华坤。华坤手握天剑，幻化多股身形飞驰而过，一声惨叫，欧阳成就已倒地不起。他冷冷言道，为了享受财富和权力而背叛神圣的赫连教，下场就是这样。随后便下令一个老鼠都不剩，全部杀死。得到命令的几位护法瞬间全部出动，在一阵阵的哀嚎中，整个欧阳家族已被灭门绝户，日薄西山。300年的欧阳氏基业在熊熊大火之下付之东流。彭天正在见证了华坤的非凡手段后，向华坤提出了废除彭家功底来修炼赫连武功的请求。华坤冷言道，看来你并非蠢材，知道自己彭家刀的实力不够，不过自我重组是一种伟大的武术技巧。他将扭曲肌肉骨骼系统
清除经络血管中的杂质，人为的将其改变为合适的身体结构。虽然这是武学宗师梦寐以求的技巧，但如果你不能忍受极度痛苦，可能会死去。听罢其言，彭天正扑通一声决绝地跪了下来，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请求华教主帮他完成自我重组。华坤起身表示，既然有如此雄心，那现在就开始吧。言罢盘坐在彭天正身前，强大的能量从身上散发出来，单指携带气劲，点向彭天正主要穴位，旋即又双掌开出，雄浑的真气滚滚流入其体内。彭天正面露惨状，经脉暴起，身上冷热不定，呼吸紧缓交替，周身骨骼咯咯作响，比经受任何酷刑更要惨上100倍，在深深惨叫中完成了自我重组。画面一转，五岳无微不至的照顾让陈星云感动，也激起了一些思虑。五岳从小就在天剑门长大，一直过着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他虽然还年轻，但如果能有自己的生活可能会更好。星云询问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照顾自己吗？五岳短暂的沉思后，微笑言道：少爷在家不一直是这样被服侍吗？而且从他学会走路起，就始终在做这些事情。星云言道：那些都是在家的工作，现在出门在外，不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吗？五岳巧言道：武林盟大会少爷肯定有许多服务工作要做，而且自己可以利用武林盟大会的机会找一个帅气的男人嫁了，所以请少爷带上他一起。慷慨激昂的描述让星云听罢也别无选择，要他不能太挑剔，只能答应给他1年的时间去找到自己的未来。五岳见自己总算是留在少爷身边，自然是大悦不已。隔天，陈星云一行人到达了武林盟总部。武林盟气势磅礴的阁楼让众人大开眼界，赞叹不已。薛和队长向接待的负责人请求进入总部，负责的老者漫不经心地告知，进入必须要有英雄帖。陈星云地上拜帖，河北天剑门少主。老者见帖兴奋地大叫：你就是3剑术天剑少爷！老者激动的张罗，让房间顿时热闹起来。陈星云对这个低阶称谓顿感头痛，但是苦于没法控制这个称号的流传，心中暗忖是不是应该用3剑术来敲下这些人的木鱼脑袋。老者积极安排他们登记报备所有随从之后，热情地吩咐护卫请他们入住神龙殿的玲珑阁。随后在护卫的带领下，众人进入了武林盟总部，不多时便来到一处古朴典雅的庭院。五岳对自己的新住处也很是满意，然而此时却有一位少年向他们走来。少年声称自己来自慕容家族，叫慕容贤。慕容家族是个秘密的情报机构，是武林盟的中枢。陈星云见来人谦和恭敬，便也通名报姓，只是对方听到是来自天剑门的少爷，一阵呆愣，心中暗想他就是书呆子少爷。3剑术真的有传言那么厉害吗？陈星云此时则是询问最近的信鸽是不是都用完了。慕容贤诧异地表示他是如何知晓的。星云也并未拐弯抹角，言道自己看到鸽子的投喂器是空的，信鸽箱里面堆积了不少旧的喂料机，却没有一只鸽子，故而自己这样猜测。慕容贤对眼前这个少年的推断感到震惊，然而陈星云却又再次询问慕容贤，是不是把自己的爱剑弄坏了？对于这个未卜先知问题，此时慕容贤已是五体投地。陈星云补充道，因为他自己断剑的时候，右手大拇指也会不自觉的难受，想必慕容兄一定是一位爱剑之人吧。从胸台眼袋的黑眼圈可以推断出来，因为断剑最近心情沮丧，从而没有心情吃早饭。提示其要按时用餐，不然相关感官能力会下降。慕容贤此刻心中惶恐，只是短短1刻的接触，竟然被对方获取了巨量的信息。对于做情报的他表示，一定要尽快将这些信息汇报上级。少年从对方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和眼角的黑眼圈，尽可推断此人发生的一切。陈星云一系列的推演，让慕容贤发出了尴尬的笑声，表示自己粗心大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写在了身上，心中却暗忖这个天剑门少爷闻名不如见面，实力远远不如外界传言般不堪，是个天才。慕容贤向陈星云发出来邀请，希望他加入情报处，担任总执事来领导军务司，加入武林盟的内部机构，可以了解整个武林动态。对如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陈星云心想是个不错的机遇，他连忙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要将自己的手下也安排在一起。他要阅读以往所有的军务文件。慕容贤见对方答应，心中很是期待，在自己眼皮底下做事更能方便观察此人。听罢言道，军务处是个不需要武功的地方，需要的是敏捷的头脑。陈兄如此敏锐，相信定能大放异彩，就按照你的要求来做吧。天剑门众人竟然加入了武林盟的内部机构，都对少主崇拜不已。随后陈星云吩咐2位队长安排好大家的房间，自己去军务处一探究竟。他加入武林盟最大的原因，就是想阻止正在逼近天剑门的威胁，并能获得武林盟领导层的支持。凭借军务处执事的身份，他很轻松地进入了情报中心。堂内各种书籍和情报琳琅满目，星云先筛选出了与魔教相关的信息进行阅读，从信息中了解了魔教渗透中原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但是魔教并没有暴露过多踪迹，好像是在等待一个契机。日月如梭，眨眼间1个月过去了，陈星云足不出户，每日研读各种信息，在夜晚睡眠时会修炼吐纳呼吸大法，在真龙神绝佳持下，竟将库内几百年资料全部阅读完毕。慕容贤则是满脸狐疑，不敢相信，仅在1月时间读完了所有的信息，真是个怪物。星云解释，他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因为你们把一切都整理有序，他阅读起来才这么顺利流畅。旁边一位少女惊讶言道，不管书籍整理的多有序，这么大的数量要阅读完也是十分惊人的。慕容贤此时向少女引荐，这位就是你的上司天剑门少主陈星云。女子慌忙抱拳介绍自己名为慕容秋。慕容贤希望陈星云出门呼吸下新鲜空气，熟悉下整个武林盟总部的环境，并让慕容秋引荐陪同。
陈星云对这个提议很是赞同。一栋崭新大楼引起了星云的注意。慕容秋介绍，这是9大门派和一些族门联合建造的武馆，他们在那里研究每个流派的武术。旁边的是元老院，长老们住在这里。对面的那座建筑是武林盟大厅，联盟领导人会在那里商讨武林大事。这里还有药王殿，负责炼制丹药和治疗伤员。浏览了一圈后，慕容秋又带领星云来到了墙外参观，外面是一些小的门派居住的地方。收到邀请的大师和嘉宾才能进入墙内。看着络绎不绝的江湖侠客，随着时间的推移，武林盟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联盟内部的权力斗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希望到时自己能够处之泰然。画面一转，陈星云回到了住所，大伙正在为武林大会有序的准备着，正在练习他教授的拳法。星云将自己学到的少林拳法传授给自己的下属。虽然他们以前练习的都是些剑术，但是如果学会了天人合一的感官，以后将会展现出2倍于现在的实力。教授他们掌握天人合一需要2年的时间，现在手下研习他改良的拳法也有成果，相信不久的将来，自己便可以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5月一直追寻少主来到武林盟总部，本想着来照顾少爷，哪想少爷在武林盟混上了份差事，每日需要他照料的地方不多。这日清晨，他竟与天剑门众人在一起练功。星云见状，责问一个女孩子在这里耍什么拳。5月表示这里无事可做，太过无聊，自己不动动怕是要生病了。星云感叹他一时还适应不了现在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工作，以后嫁人了也只能做女佣。就在此时，陈星云感觉江源的手臂有轻微的声响，江源应道这是手臂练剑的救急。星云听罢示意跟他去一个地方，叫上5月3人来到了药王殿，表明身份后，迎客的老汉顿时兴奋起来，原来是3剑术少爷，快请跟我进来。没想到这个讨厌的称号倒是给他带来了不少方便。堂内一银发老者就是药王殿的长老，人称白手神医，神医一阵诊断，言道这个算是小伤，只需经过10天的针灸治疗，就能像以前一样挥剑了。神医吩咐手下取些药用金针来。星云见还有这忙活，要5月给神医泡些茶水。神医虽是旁眉好发，手法力道却是4平8稳。江源副队长则被他扎得龇牙咧嘴，老神医要他稍作忍耐，如果失针太浅的话，这样恢复的周期会加长。江源请大夫放开手脚医治，自己能够忍耐。片刻后，神医完成了第1轮诊治。5月为他沏上了一杯茶，让他缓解下疲劳。茶水在入喉的一刹那，神医竟然愣住了，片刻后才询问5月是如何烹的茶。5月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得不知所措，坦言自己就是用的药房的材料泡制的。难道有什么问题吗？老者欣然道，同样的茶叶竟然泡制出了不同的味道，夸奖他手艺高超，能把茶的芬芳完全激发出来。陈星云忙道，他也很擅长烹煮补品，这种手法是不是能用在煎熬中药上，让他在这里工作是否合适？老者闻言，这是你的丫鬟，如果真有此意的话，药王殿倒是缺些人手。星云坦言，一直希望5月找到适合的工作，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在缝纫方面也很离手，说不定他会擅长针灸，请神医收留教授他医术。神医回应，在这里学习必须通过他的测试。言罢，神医便挽开衣袖，找到自己的脉络，将一根金针毫不迟疑地扎入自己体内，随后吩咐5月仿照自己刚才做的样子，把金针垂直地插入到胳膊之上。见5月丫头有些紧张，又指导她想象成在名贵的丝绸施针，用好力道就不会破坏它。星云眼看有戏，急忙鼓励5月勇敢尝试。万般无奈之下，5月颤抖地拔出金针，可是在施针的一刻，他的手法安如磐石，运用指尖的力道将针平稳垂直地插入穴位。神医此时露出惊愕之色，第一次施针竟然力道和深度都刚刚好，赞叹道，就是跟他多年的学生还做不到他的效果。在行医行当里面，有些人被称为和谐大师，他们对火候的掌握炉火纯青，就算是与别人一样的原料，他们煎熬的药品疗效也比常人技高一筹。然而这个姑娘不但是和谐大师，手指的敏感度也是天赋异禀，指尖的力道能够控制的恰如其分。神医严肃道，能否留下这个姑娘，要将她收为关门弟子，她天生就是做医生的胚子。5月此时满脸难以置信，她一个侍女出生，少爷竟然帮她找到了以后的生计。星云则是连忙责成他赶紧拜师谢恩，能够让5月丫头找到自己的归属，他心中的石头已然落地。方才情报处慕容城告知了最新的魔教动态，依照现在掌握的情报，魔教已在中原扎根许久，甚至有的已经渗透到了武林盟的内部。如果自己猜测没有错的话，武林盟内有元老，已然成为了魔教的部下。此时最关键的任务是尽快找出内部的奸细。2人商讨了半天，也并未商讨出计策。陈星云一边闲逛一边思考着解决方案，望着远处的剑影阁，12个长老对应各自的堂口，到底谁会是奸细？他思量，必须先熟悉这里所有的建筑位置，这样才能方便设下陷阱。12个堂口的阁楼围绕着盟主的主楼，紧急情况下阁楼之间能形成犄角之势，相互依存，共同保卫武林盟主。建筑群设计巧妙，易守难攻。就在此时，星云被天空中的飞鸽打破了思路，信鸽并非从情报处放出。陈星云连忙开启天眼寻找放鸽之人，等某个时刻一定还会有人用信鸽，到时候再加以追踪。果然傍晚时分，又有一只信鸽被放走，嗖的一箭，信鸽被利箭射中，原来是被在此等待的薛和击中。陈星云掏出信条，发现里面都是密语，看来要好好琢磨一下，将死了的信鸽留在原地。随后2人便大踏步离开。那放鸽的武士见信鸽被射下，心中甚是惶恐，急忙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信鸽的密剑已被人取出，连忙追随上去。在一个转角处看到天剑门主仆2人，他心中纳闷之极，这个3剑术的小鬼，听说只是个书呆子，
为何会注意到他们所谋之事呢？看来此地不宜久留。想罢，那武士快速撤离了现场，岂知这都是陈星云设下的陷阱。刚刚故意让其尾随，就是为了此刻的反击。武士的一举一动被他的天眼尽收眼底。陈星云让手下跟上自己，他会沿途留下线索。随即起身追去，武士在街巷中穿越而过。此刻的他不知身后带上了尾巴。陈星云在天眼的加持下，很快追上了武士。他惊叹前面的武士定是个高手，将近1个时辰的轻功疾驰而速度不减，没有几十年的积累做不到这个。很快，武士来到一间破庙前，门口伫立着一位老者。老者淡淡道：“铁面回来了。”铁面回应自己暴露了，得赶紧撤离。这时庙内出来一女头领，一袭红黑长袍，赤红头发，面相阴狠，绝非善茬，怒斥铁面如何暴露了行踪。铁面把今日事情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女头领，全都是那个天剑门的小鬼。红发妖女不曾想到教会筹谋多年，竟在这当下时刻暴露了身份，随后吩咐众人马上出发，必须除掉那个天剑门的少主，不然会坏了教主大事。铁面表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不然神圣的红色死神会责怪他们。话音荡口，红发妖女真气震出，修长的红发像长蛇般缠绕住铁面的脖颈，严正警告道：在教主亲自现身前，不能说出任何暴露教派身份的信息。铁面被钢丝般的长发死死缠住，颤颤巍巍的一阵道歉，表示自己再也不乱说话了。女头领松开长发，饶了他小命。此时陈星云正躲避在不远的石碑处，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个武士口中的神圣红色死神代表什么？正在思索刹那，红发妖女冷眼一瞪，发现了陈星云。她瞬间凌空飞射跃来，长发裹挟着骇浪般的内劲爆射而出。陈星云矮身窜跃，身旁的石碑顷刻爆裂。就在身盘还未站稳时，远处的老者也扑腾而来。那老者携带着雄浑的拳风雨点般轰向陈星云，对方速度过快，星云只能用未出鞘的剑格挡。老头占尽先发优势，不停的攻击，轰一声，星云将老头的近身攻击化解。那老头口中狂笑：“让你瞧瞧老夫铁拳的厉害！”雷电般的拳头轰炸连连，却悉数被星云拆解。缠斗至此，老头的力道逐减。星云抓住时机，将剑鞘退掉，旋即双手握剑，躬身一出，长剑带着割裂苍穹的气势轰向骨头。一声凄厉的惨叫声，老头竟倒地当场。铁面猛地大声喊道：“他就是那个天剑门的书呆子！”女头领双眼露出诧异之色，怒斥道：“那是书呆子吗？”陈星云此时从胸口掏出一枚火雷，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希望薛和他们见到后立马赶过来。女头领吩咐铁面去周边警戒。此刻破庙内竟然出现众多蒙面武士，那妖女吩咐大可放他们进来，但是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迅即又变换为一个娇媚笑脸，冲着陈星云道：“你真是位让人喜爱的少爷，你有很大的勇气，武艺方面也令人惊叹。”陈星云打趣道：“我还小，况且你这造型太酷啦，不在我的审美范畴，就别动那种歪脑筋了。”听到此话，那妖女也不生气，反而娇羞地表示：“男人越坏，她越是喜爱。”陈星云心中警惕，这妖女是在拖延时间，等待自己的手下到齐之后再一网打尽。此时薛和一众人已经赶到现场，恭候他们的却是一堆手持刀剑的蒙面人。眼前双方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妖女头领娇羞道：“现在形势可对你不利，少了你可真是浪费，要不从了自己。”陈星云狡黠道：“自己不喜欢老骚包。”铁面剑头领与小鬼还在墨迹，急不可待抽出双剑，要来教训下这个天剑门小鬼。女头领的命令传来，必须活捉小鬼，还有很多事情要调查。铁面带着狂暴的气息，风驰电掣般窜进，勾勒出凌厉的剑圈，让陈星云左闪右躲。双剑在空中宛如毒蛇般配合诡异的身位快速移动，莫测高深的双剑法让陈星云应接不暇。星云驱动天眼，在剑招中寻找漏洞，铁血双剑划圈，形成一股剑劲，一步步破向对手。剑锋在毫厘之间，总能与星云失之交臂。此时外围战圈的薛和大喝要队员构建防御，利用少主传授的天人合一法小心应对。虽然黑衣人利用先发优势占据了主动，面对势力不弱的天剑小队，一时也攻击不下。铁面见自己迅猛的剑招总被化解，此时已是心浮气躁。陈星云沉着应对，他高高腾起长剑突破铁面防御，剑刃自上而下，带着骇浪般的气息劈向铁面。铁面虽双剑拦截，但蛮横的真气将他弹开，滑行数丈才堪堪停下，久久未能拿下小鬼，让女魔头焦躁不安。陈星云此时调整身形，长剑在空中划出切字诀，瞬息间双手持剑立于胸前，转换为劈字诀。铁面此时恼羞成怒，那小鬼竟然要用最低劣的3剑术对付自己。呆愣之际，陈星云带着激烈苍穹的刺字诀迎面袭来，铁面双剑拆挡，口中吼叫：“小鬼不知天高地厚，自己闯荡江湖数十载，区区3剑术能奈我何？”话音荡口，铁面大感不对，对手简单的剑术带出的却是磅礴的剑气，让他乏力。就在力竭之时，陈星云巧力一泄，长剑竟突入双剑防御的空门，直刺对手胸前。随即风驰电掣的剑刃又横切过去，铁面惨叫一声，嗝屁当。女魔头见两员猛将都被小鬼放倒，心中骇然。星云此时自信嘲笑他要时刻保持优雅，不然很难让自己喜欢上他。女魔头听罢顿时怒不可遏，全身真气澎湃而起，头发如同八爪鱼般五爪张牙，顷刻间红发犹如利剑般劲射而来。星云凭借灵活身法后闪躲避，在发爪连续攻击下，星云也暂无化解之法。拆解几回合后，魔女调整攻击态势，红发像有生命一样在空中肆意飞舞。突然一声爆吼，发簇散骨般迸射开来。陈星云惶恐中已被发簇逼无退路，
那红发形成囚笼包裹住对手，发梢宛若毒蛇缠绕星云身体及武器。正在踌躇无解时，感觉愈来愈强的力道将自己拉扯过去。魔头眼见得手，幸灾乐祸的言道：“总算抓住你这小鬼。”此时陈星云仿佛被一张巨大的蛛网死死缠住，自己就是那蛛网中即将被吞噬的昆虫。豁然脑中神识闪过，他双手握住剑柄，真气刹那灌满四肢百骸，大喝道：“九破镇魂之泰山剑法！”强烈的破坏力瞬间穿透缠绕的头发。魔头此时除了震惊，则还是震惊，自己乃堂口头领，凭此绝学行走江湖数载，今日竟被迫于小孩之手。女魔头感慨为何三剑术如此强大。陈星云正色道：“这可是武术之基石，大道至简，行稳致远，简单的事情才是最强大的。”妖女怒吼：“这些都是谬论，没有哪位武学大师是修炼三剑术成名的，那就尝尝三剑术之横扫千军的威力。”陈星云身形宛如扫帚般摆出切字诀应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名字再响亮也就是三剑术。言罢，魔头仿佛一道雷霆朝星云呼啸而至。妖女讥诮他是做最后的挣扎，话音刚落，就传来一声惨叫。妖女被气劲刺透身体，犹如爆豆炸裂开来，她目瞪口呆，难以置信。陈星云狡黠告知，这是天人合一大法，只有像自己般千年一遇的神童才能掌握。赫连教的洪四千教主，你应该知道，本人就是现今宛如洪四千教主的存在。妖女听罢震惊不已，眼前的少年难道真如洪教主般是真龙宿主？愤愤不平的他最终被星云结果的性命，其他手下目睹同龄惨状，军心在这一刻彻底瓦解。天剑门队员此时则信心大增，他们趁对手信心涣散之时发起了反攻，霎时队员们如同猎食的雄狮，凶猛而无畏地追击着溃散的敌人。剑光闪烁中，敌人已被彻底剿灭，他们展现出了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陈星云对这个战果很是满意，薛和队长由衷道少主传授的天人合一法，让他们在剑术方面得到了增强。队员中有几人受伤，但没有人死亡。随后询问少主这个地方要怎么处理，放火烧掉这座破庙，把尸体埋在别处。如今信鸽往来的线路被毁掉，那藏在深处的间谍肯定会来调查。看来红色魔教已经在中原冒头，他们会给武林带来什么劫数不敢想象。表示自己先走一步去汇报情况。听到陈星云的汇报，武林盟内部哗然，他们都不敢相信魔教崛起的速度竟如此之快，触角已经延伸到武林盟周边，如今剿灭了巢穴。高层们感觉这是上天的恩赐。慕容成表示魔教的事情不是小事，更何况提到了红色死亡，中原已经能嗅到血腥的味道了。陈星云想起智传和尚口中念叨的天煞孤星在移动，看来是真的，但这是武林盟领导层的老顽固们先担心的事情，自己虽是忧心忡忡，目前也于事无。声音打断了陈星云的思虑，听说少主破了一个大案子，原来是慕容秋。他告诉星云，这样会抢了其他堂口的风头。武林盟内的每个堂口都会有3位长老和100来个武士，相比之下，情报处的一个年轻人带领10个下属，竟有如此高光的表现，其他堂口会羡慕嫉妒恨，看来慕容贤肯定会收到很多不满投诉。陈星云暗忖，这种勾心斗角自己也只能忍耐。这时一群公子哥模样的武士出现在远处，他们讨论着慕容秋这个新来的少女，样貌清新脱俗，身形婀娜多姿，躁动着就迎上来搭讪。其中一位公子哥拦住了慕容秋，邀请他一起品茶，希望他不要拒绝。慕容秋当然是婉拒了好意，言其自己有事要忙，那纨绔公子怎会放弃？一番轻佻言语纠缠不让，誓言今日一定要赏脸出席。陈星云暗想，这些公子哥能出现在武林盟内部，定是一些名门士族之后，倚仗他们父兄的权势为非作歹。从他们鬼祟的眼色中可以看出做了不少坏事。思索之际，那绿衣公子手爪已牵上慕容秋的小手，连哄带拽的就要将其拐走。星云见有救美良机，顺势介入，要慕容秋听其安排。随即一番表演，劝解慕容秋，咱们在这没有朋友，这几位少爷豪迈直爽，定是江湖名士。随即报上自己的名字，号称他俩昨天才从乡下的武校归来。星云说他知道一个僻静的地方比喝茶好玩。那几位公子哥见有识相的接他们的茶，十分开心，叫陈星云俩不用担心今天消费他们买单。陈星云此时则是副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模样，对于行将到来的聚会很是期盼。恶少3人兴高采烈地跟随陈星云，扬言今日不醉不归。星云觉得真是物以类聚，家族有这样的后代真是悲哀。也许他们的家人觉得自己的后代无能，才让其加入武林盟镀金。纨绔公子们觉得越走越偏僻，发出质疑。星云诡异言道，这地方风景优美，聚会正好，这里没有酒馆，连人也没有。恶少们勃然大怒，欺骗他们可没好下场。陈星云狡黠问道，那应该拿他怎么处理？旋即阴沉道，你们平日里做了不少坏事，现在来到武林盟还想做坏事，不会放过他们。那带头浪子扬言小鬼竟然敢妄图管教我，接着一拳狠狠地挥向星云，自诩霸道的拳术被对手轻松闪避，连续挥舞的拳头犹如虚影般飞过，毫无实质的力量。那恶少见招招落空，此时心态已然焦躁。陈星云仿佛一位戏法师，轻松地戏耍着对手，对手的劲拳就像打在空气中一般，丝毫无法伤害到他。而恶少此时怒不可遏，感到羞辱至极，他运气换身，拳头如闪电般挥来，可拳头在星云眼中毫无威力。他伸手如灵蛇般灵动迅捷，突然瞄准空隙，掌如利刃切出，狠狠地击向恶少腰部。那恶少惨叫一声，不待对方停歇，陈星云单腿弯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身而起，无影脚招招到肉，让对手痛不欲生。最终那恶少凄惨地倒在地上，见自己的伙伴被小男孩欺负，余下2人拔剑叫嚣要教训星云。星云不与他们啰嗦，飞快地冲向2人。
他瞬间移动到那两恶少面前，双掌裹挟着气劲拍向对手胸门。两人如炮弹一般被星云的力量击飞，随后两人在地上滑行了一段才勉强停下。慕容秋惊讶这是什么掌法，竟能一招制敌。那俩恶少此时全身无力，言道不是小鬼对手。星云眼神犀利，目光锁定在为首的恶少身上，急速冲向其面前。他高举单掌拍向对方的脑门，仿佛9天雷霆。星云不停地挥掌，每一掌都蕴含着磅礴的力量，风驰电掣掌法力道均匀，瞬间将那人狠狠砸入地面。看得剩下的两恶少心惊肉跳，他们立马五体投地跪拜饶命。陈星云狠狠道：“本没想要杀掉你们。”这位女士是武林盟长老之女慕容秋。纨绔公子听完大惊失色，表示有眼不识泰山，请放过他们。陈星云介绍自己是天剑门少主人。那两人听罢又是一阵惊恐，以天剑门的势力灭他们家族10次都还有余。星云问他们是否想活下去，如果想，先把腰牌摘下来给自己。星云拿着明示腰牌淡淡道：“按照他的办法就可以活下去。每日早上武林盟入口右侧小岩石下都会有指令，按照指令办事，他们就可以活下去。如果不听话，不光自己没命，还要波及家族。今天发生的事只字不能提。”纨绔公子一阵谢恩，才仓皇离去。慕容秋疑惑道：“少主是有何用意？”星云言道：“放他们回去没多久又会出来闹事，让他们在这里帮忙做些事情，为罪行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就放他们回去。他们本就是坏蛋，坏人最擅长抓坏人。”慕容秋觉得此刻的星云像个小魔王，心中暗道：都说他是书呆子，他根本就是个智勇双全的天才。陈星云邪魅一笑，自嘲自己过早暴露了实力。慕容秋微笑回应，表示会帮他保守秘密。陈星云觉得刚才帮了慕容秋大忙，应该有些报酬。慕容秋说道：“正好有个豪族的公子聚会，带你去参加。”星云暗忖，聚会上的人将来都会是家族的首领，这看似无聊的聚会其实是个结识人脉的好地方，能让大家相互熟络，建立联系。他意识到这样的社交可能比武术上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画面一转，二人穿街转巷，来到了一处热闹洋溢的大宅子。见二人到来，一个人向慕容秋打起了招呼，抱怨他来得太晚。那人见他身旁的陈星云，问其是什么来头。慕容秋介绍这是天剑门的陈星云少主，却引发了现场一阵骚动。原来是三剑术少爷，早些年他还是天剑门的懒鬼书呆子，但在拳王寿宴的那天，他却用三剑术击败了彭家刀。众人看着陈星云，觉得他和普通人没什么特别之处。那男人介绍自己是端木家族端木磊，陈星云客套抱拳回应。端木磊随后言道：“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宴会。”大家对三剑术取胜彭家刀充满好奇。陈星云神秘言道：“那是因为三剑术最容易迷惑对手。”众人一阵疑惑，感觉低级三剑术能让对手混乱有点言过其实。三剑术就算让对手陷入被动，但是毕竟无法破敌，这也就毫无意义。陈星云侃侃而谈，三剑术虽是最简单剑术，但是消耗内力也是最少，将最精纯的内力倾注在每一剑上，威力无穷。所谓至简至易，简单往往才是最好。众人被这一套理论输出感到震惊。听此一席话，面前的陈少主战胜彭家刀还真不是靠运气。此时雄浑的声音传来，背后的吹嘘是何本事？彭天霸那小子本就武功平平。慕容秋言道：“原来是黄甫高少爷。”黄甫高一脸鄙夷道：“看来三剑术是天剑门的巅峰剑法，对有权势的宗族子女来说，最忌讳的是对家族的贬损。黄甫家与彭家关系紧密，所使用的兵器皆为彭家独特锻造技术所致。鉴于天剑门与彭家的世仇，厌恶及乌，所以黄甫家对天剑门也无好感。”此时堂内剑拔弩张的气氛铺张开来。如今黄甫家当众贬低天剑门，陈星云不得不出面维护家族尊严。他向端木磊借了柄宝剑，满脸素气冲着黄甫高道：“如果3招内能将自己制服，以后江湖上随他取笑；但是如果没能取胜，必须向自己道歉。为避免伤及无辜，要其到外面比试。”黄甫高见对手上钩，爽快答应，双方一刀一剑成对峙局面。黄甫高戏言要厚颜无耻的小鬼几个月都下不了床。星云冷静回应要他好好把握时机，3招时间可不太多。黄甫高怒气冲冲的暴喝一声，冲撞过来，他提刀身体腾空跃起，大刀自上而下蛮横劈来。陈星云则是气定神闲，身体瞬息移动避开了攻击。观战众人惊讶其脚法精妙，叹为观止。黄甫高第一招就落空，甚是气恼，扬言刚刚只是问候，卷吸着气劲又奔袭而来。只见他的刀法犀利而变幻莫测，身体在空中宛如陀螺一般旋转。当的一声，陈星云一招即刻将他的霸气刀招化解。众人被三剑术的表现所震惊。陈星云暗忖，天人合一相融合的三剑术威力一般人可消化不了。连连的攻击都落空，让黄甫高心烦意躁。他不待停歇，高高跃起，刀影仿佛雷霆般劈刺将来，身体裹挟着肆意的刀光，宛如猛虎降临。陈星云身法灵动，剑芒犹如利剑射出，刀影根本无法靠近他的身体。众人见双方杀气浓烈，想阻止，但是已无办法。双方你来我往，疾风骤雨般的对招，招招都带着无尽的杀意。陈星云觉得必须使用天人合一，配合九魄镇魂剑震慑对手。陈星云一招九魄镇魂剑呼啸而出，狂暴的剑招犹如江河奔腾般向对手发起冲击，刀气与剑气相撞，发出剧烈的爆炸声，剑劲势如破竹般穿透而来。黄甫高被恐怖的剑气逼得节节败退，山穷水尽之时，剑气窜入其体内，又迸射而出。他发出一声惨叫，被星云直接轰在地面上。陈星云询问他觉得天剑门剑术怎样。作为一个武术世家的后代，不应该嘲笑别人家的武学。他提醒黄甫高，今天就是一堂教育课，
本人就是三剑术天剑，别人口中的懒汉和笨蛋。众人见陈星云3招2式就拿下了黄甫高，宛如天神般。看来江湖书呆子的传言是假，他只是外表上显得弱小。陈星云将宝剑归还端木磊，与慕容秋一起告别众人。慕容秋打趣道：“今天的事也要保密吗？”星云用微笑回应。突然，他感觉到身后有人在窥探，心中疑惑为何会有尾巴跟上。他要慕容秋先回武林盟，自己独自朝街巷深处走去。络绎不绝的挑战让他内心澎湃。画面一转，陈星云已然行至郊外的树林，正担心跟踪者是不是魔教的人之时，身后嗦嗦声传来。转念之间，暗器飞镖飞至身前，陈星云慌忙提气躲避，哼的几声，飞镖应声射入树干，被刺中的树干上瞬间冒起了缕缕白烟。星云感到万幸，被这毒飞镖射中，非死即伤。此时树林中冒出4个人，那领头的竟是暗影刺客帮的老大任朗山。任帮主奸笑言道：“好久不见，确认小老弟没带佩剑，自己才敢跟来。”陈星云淡淡回应：“任帮主是不是嫌命太长，才没有信守诺言？”电光火石之间，3个刺客如疾风般携剑冲来。陈星云身形矫捷，双掌闪电般迎敌，在3人的快速攻击之中也能从容应对。刺客们剑招也越发激烈，剑芒闪烁。星云在剑影纷飞的空隙中灵巧躲闪。任朗山一旁观战，对陈星云的轻功身法之精妙，不禁暗自惊叹。刺客们倚仗人数优势封锁了星云退路，3人将他团团围住，围攻圈越来越小。就在退无可退时，星云腾空而起，巧妙脱身。任朗山惊恐对手短短10日武功提高不少。只见陈星云调整身形，持掌迅速应对，他瞅准空隙，便掌为拳狠狠地击倒了一名刺客。刺客攻守战圈出现了缺口，众人陷入慌乱之中。而星云则乘机发动猛烈的进攻，他如猛虎般蓄力一脚，将另一名刺客踢飞。这时只剩下最后一名刺客，他又腾空而起，双掌幻化为千掌，状若天手，暴风骤雨般拍打在最后一名刺客身上。顷刻间3位部下都惨败当场。任朗山怒气填胸，这个小鬼何时学会如此高超的掌法？星云一跃而起，转眼间就出现在任朗山面前，冷冷地质问道：“为何要来自寻死路？”任朗山大笑道：“那是因为有礼物要送你。”只见他嘴巴张开，舌中吐出一节铁管，运气暴喝一声，准备将铁管中暗器激发。陈星云迅速反应，单掌扑出，强大的掌风朝其面门照来。任朗山猝不及防，即将喷发的暗器由于被眼前的掌劲干扰，竟被反弹进任老大的喉咙。他惨叫一声，暗器在其喉管爆裂，随之双眼爆出，表情痛苦，倒地后在地上不停地翻滚，瞬间中毒身亡，死相凄惨。陈星云觉得自从掌握了天人合一功法，与天剑门的剑术相互融合，威力惊人。看来天剑小队要抓紧研习，就算不能完全掌握其精髓，也会比别人技高一筹。在日后的战斗中，天人合一技巧也会让他们事半功倍，故此必须让队员们更加刻苦训练。